看到，是剑齿巨虎。哎呀，那不是白丞相家的三小姐吗？对，就是天生有痴呆病那个。天啊，他怎么跑那里面去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该不会真的出什么事吧？要是他被吃了，爹爹和娘亲会不会骂死我？就在白三三捡起手帕抬起头的时候，那剑齿巨虎嘶吼一声，发狂地朝他扑了过来。在看到白虎的一瞬间，白三三眼珠猛睁，旋即两眼一闭，直接倒在了地上，没了呼吸。这是吓死了！原本凶恶的剑齿巨虎却像是受惊了一样，开始不断的后退。发生什么事了？对啊，怎么回事啊？而与此同时，风卷云聚，天空忽然变得阴沉，狂风大作，一道雷电忽地在空中劈开，吓得不少人失声尖叫。可这样的异象只持续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天空便陡然放晴，从云缝里洒下一道七彩流光，似圣光垂落，倾洒在斗兽场内。白三三睁开了眼睛，脑海里混乱的记忆也开始一点一点的合为一体。他抬眸看向了前面的剑齿巨虎，好饿，想吃。What？醒了，没被吓死啊！傻子，你快走啊！你快回来呀！你要是被吃了，爹爹要骂死我！三小姐，其他人也都纷纷喊了起来：“快回来，快回来呀！”你刚刚想吃我？巨虎低吼了一声，紧紧地盯着眼前的小人儿，手瞳里泛着血光，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现在的白三三已经不是之前的白三三了，他叫白纸，本是万年前的神，后因渡劫失败，灵石破碎，流落到各个世界之中，便开始了万年寻找自己的残魂之旅。眼下这个身体里的残魂便是他要收集的最后一缕了。而在醒来之前，他正在一个叫做现代的地方。这是怎么回事？白三小姐到底做了什么？过来！嚯，他还敢让剑齿巨虎过去？想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吧？不过来就吃了你哟！他立刻跃身而起，朝着白三三飞扑了过来。这一幕让所有人又一次失声尖叫。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那只巨虎竟然在白三小姐面前俯低着脑袋，像只大猫一样温顺听话。明明刚刚还吃人的老虎，这一下就变成大猫了？这假的吧？是不是因为白三小姐是傻子，剑齿巨虎挑食，不吃傻子？老子瞅你才像是傻子！白三三抬起手摸了摸虎头，剑齿巨虎被摸得舒服，张嘴打了个哈欠。就在此时，一道颀长的身影忽然飞了进来，一脚便把刚张嘴的白虎给踹飞了出去。男子手持长剑，发出一阵嗡嗡嗡的狰鸣。战王殿下，看那剑，那就是战王佩剑陨星剑。白三三忽然心口的位置猛地一阵抽搐，看向了那把剑，一种若有若无的熟悉让他的心很难受。他挪开了目光，好像就舒服多了。哼，孽畜，让一让。好可爱。在白三三还想要往前的时候，鬼面男子却突然弯腰，手一带，便从斗兽场飞了出去。白三三忽然被拦腰抱在怀里，被抱起来之后，他的心就不痛了。白三三心中有些奇怪，我还没撸够呢。幸亏白三小姐没出什么事儿，不然她那外公一家子怕不是要把这个斗兽场给掀了。白三三被抱在怀里，他想下去，这个男人身上有会对他产生威胁的剑，让他觉得很不安全。男子察觉到了这小丫头是不喜欢他，一种不爽让他把她圈得更紧了一点。别动，哪家的孩子？放我下去。这身体太久没说话了，语言功能也有点障碍，加上他本身说话就是个不紧不慢的慢吞吞的性子，所以听起来就变得断断续续的。他现在虽然收集到了最后一缕残魂，但他也必须在这个身体内寿终正寝，才能真正完全凝聚自己的灵石，修复魂魄，恢复从前的神力。乖。战王竟然会哄一个小丫头，这是丞相府的三小姐。三小姐，多谢战王殿下救命之恩，三小姐误闯斗兽场，是奴婢看管不周，给战王殿下添麻烦了。看管不周？哼，带着相府的小姐们来这种血腥之地，还好意思说看管不周？是二小姐非要来的，还要把三小姐也带上，不然我一个妇人哪里敢看这种场面呢？是他自己跳下去的，他就是个傻子。娘亲说了，白三就是个傻子，爹爹不喜欢傻子，我才是相府嫡女。傻子？既然知道这丫头脑子不伶俐，还敢带她来这里，你好大的胆子！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是二小姐，二小姐说非要来看看的。白三挣扎了一下，小姐怕吓着这丫头，还是把她放了下来。白三迈着小短腿，一步步地走到了白双儿面前。三傻子，你要干什么？啊！你才是傻子！你敢推
我不傻。不傻。哎呀，原来如殿下般的猛男也抵不住可爱的小姑娘啊！也就这个男人看上去是相信自己的，至于其他人，算了，我是神，不跟凡人计较。忽然他心口的位置又痛了起来，目光看向萧杰腰间的佩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小步，紧接着脑袋一阵昏沉，整个人便失去了意识。朕听闻你今日在斗兽场救下了一个女童，救的还是白丞相的三女儿，而且你还亲自把她送回去了。是，碰巧路过，顺手就送回去了。事实是他的确是路过，只是在路过的时候，如果不是允心剑把他往斗兽场里面引，他应当也不会过去的。他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当时允心剑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可到了斗兽场之后，反应却又消失了。子期啊，年纪也不小了吧？15快16了。今年正好衣食有5。15岁啊，也不小了。既然你跟白丞相家结了缘，不如朕把白家二小姐指给你怎么样啊？朕听说白家二小姐模样端好，今年也8岁了，再等个4、5年便可行婚礼了，你觉得如何？这个是等得久了点啊，不然子期要是看上了哪家姑娘，直接跟朕说便是。公主也行，朕的几个女儿你随便挑。陛下厚爱了，如我这般人，女子吓得躲避还来不及，又怎会愿意嫁我为妻呢？有本事你把面具摘了，朕保证你只要一站出去，只要是个雌的就没有不往你身上扑的。朕不管，反正你3年之内必须给朕找个媳妇儿。来人，朕要下旨。离开宫门的时候，空手而来的萧杰手里已经握了一道明黄的圣旨。殿下，回府。是。白家三小姐怎么样了？回殿下，郎中说三小姐应该是受惊过度，没什么大碍。不过不过什么？不过听说那郎中也像是被吓到了，跟中了邪似的跑了。中邪？是，但属下也是打听到的，所以不清楚怎么回事。多关注一下相府那边的消息，尤其是跟白三小姐有关的。是，殿下。是人还是鬼？到底是人还是鬼啊？活人的心跳怎么可能是这样的呢？没有心，没有心呢。为什么看到那把剑，我心口的位置会痛？难道说那把剑是我的克星？如果是这样的话，下次要找个机会把那把剑给毁了才好。三三，哥哥听说你差点被老虎吃了，快让哥哥检查一下。说着，白子轩就开始翻起了白三三，把他翻来覆去的检查，看有没有哪里受伤。看到他没受伤，才松了一口气。白三三被翻来覆去的时候，忽然感觉自己就像个小王八。他堂堂纵横万界神灵女，何时遭受过这般对待？他有点郁闷，小脸冷漠。哎呀，该不会是屁股被咬了？来，让哥哥再看看。白子轩做事要脱白三三裤子，愚蠢的凡人！他袖子一抚，一股力量瞬间把白子轩扇飞了出去。哎呦！今儿风倒是挺大。白三三才5岁，又痴傻，白子轩当然不会以为是白三三干的。三三，是不是又是白双儿他们搞的鬼？你别怕，外公和舅舅们也来了，一定会为你做主的。虽然三三都听不懂，但你放心，哥哥绝不会让人欺负你。他一听到妹妹出事儿了，就立刻从书院赶回来了。哥哥，三三，你刚刚喊我什么？你再说一遍。这孩子莫不是有病？哥哥，三三，你会喊哥哥啦？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盐。三三，你知道这是几吗？几？2。那这呢？3。那这？你傻呀？三三，你不傻了？你才傻！白子轩顿时腾的一下跳了起来，扛起白三三就是一个百米冲刺，往客厅跑了过去。白三三一路被颠儿啊颠儿的，脑袋都差点晃晕，要不是他太饿没力气，肯定一袖子把他扇飞。我的宝贝儿外孙女虽然脑子不好使，但也是相府的嫡女。白雪安，你是怎么照顾三三的？我知道你嫌弃三三天生痴傻，你要是保护不了三三周全，我就把我的外孙女带回去，我们宋家自己养。哭什么哭？就知道哭。宋国公息怒，这件事的确是下人的问题。那婆子我已经差人打发走了，三三是我的女儿，我当然也不希望她出事。宋国公您恼归恼，可这么凶我们家双儿是怎么回事？此事又不是双儿的过错，您要怪便怪那婆子去。再说双儿也去了，为什么双儿没事，偏偏就白三儿往下跳？还不是因为他脑子不好使？宋将军又怎么能迁怒双儿呢？平阳公主这意思，出了危险还怪我外孙女脑子不好使了。外公，爹爹，三三不傻了。白三三被直接放在了地上，扫了一眼客厅，无视了所有人，目光看向了一盘果子点心。他直接走了过去，拿在手里就开始吃了起来。
饿死我了。白旭安看着白三三的样子，眼里浮现出一丝复杂。三三和他母亲长得太像了，每次看到他的脸，他就会想起夫人的脸。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傻儿，他的夫人也不会难产而亡。每次只要一看到白三三，他心里就升起一股怨气，所以他这些年对这个女儿也不太关注。子轩，你明知道妹妹受了惊吓，还带她过来做什么？三儿饿了。爹爹，妹妹不傻了，三三会叫哥哥了，还会认数呢。你说什么？此话当真？子轩，别在这里胡闹，还不带你妹妹下去。子轩，三儿天生痴傻，看了那么多大夫都没有用，不是说好就能好的。娘知道你心疼妹妹，但三儿痴傻是事实，还不把她带回去，免得又受了惊。到时候啊，你那外公可又要怪罪到双儿身上了。你才不如我娘呢。娘亲，我膝盖好疼。快起来，都跪在地上多久了？起什么起？做错了事就该受惩罚，那种地方也是你能带三三去的吗？我没有错，跟双儿没关系。爹娘，双儿腿疼。岳父，我敬重你，但丞相府可不是国公府，双儿也是我的女儿，也是您的晚辈，您也不能这般厚此薄彼吧。双儿都说了是三儿自己跳下去的，宋国公要是再这般倚老卖老，就别怪我们上报皇上，国公大人上丞相府来闹事了。可我打听到，当时是二小姐把三三的手帕扔下去了，三三才跳下去的。对，三儿，你刚刚说什么？他把我手帕扔下去了。我没有，爹娘，我没有。三三会说话了。三三不傻了，还会叫哥哥呢。那三三会叫外公吗？外公。哎呀，三三，再喊一声外公听一听。外公。再喊一声。三三，舅舅呢？会喊舅舅吗？三三，你刚刚说是白双儿把你的手帕扔下去了，胡说，没听到双儿说是她自己跳下去的吗？子轩，不要污蔑你妹妹。再说白三儿脑子不好，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在说谎？我不说谎，她在说谎。你才撒谎，我没有撒谎。白三三，你当真不傻了？你才傻。三三，这是你娘，怎么说话呢？她不是我娘，她是妾。我娘不管死不死，她都终身为妾。白三三的话就像一把刀子，直接戳了她的痛点。三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快给你娘赔礼道歉！你别吵！白旭安一通火，被这3个字给堵得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让他别吵。白三三走向白双儿。三傻子，你别过来，你不能打我，爹爹和娘亲会打你的。要是平时，白双儿肯定不会怕白三三，今天白三三一靠近，他就害怕的不得了，腰间挂着的流苏佩环也晃了一下。说实话，不打你，不然打死你。我就是想要吓唬你，我也没想老虎把你吃掉啊。你不能怪我。双儿，你说什么？你说你想吓唬你妹妹，所以故意把她骗下去的。我就是想吓唬我知道那傻子会下去捡手帕，所以双儿还小，什么都不懂，只是一时顽皮，好在也没闹出什么事儿。贵也贵了，我看不如就算了吧，都是孩子呢。白丞相也点了点头。宋国公，您看我们双儿也跪了很久了，这膝盖都跪红了，而且他也只是贪玩，小孩子嘛哪有不贪玩的？您这身份也不能跟一个8岁小女孩计较不是？平阳公主知道心疼自己的女儿，若是三三母亲还在，知道三三差点命丧虎口，她又该有多心疼？公主总该将心比心吧。若是今日掉入虎口的是2小姐，平阳公主还会如此善待三三吗？她不会。白双儿是你的女儿，你作为父亲，自然应当好好教育一番。所谓子不教，父之过，不听话打一顿就好了。不要啊，爹爹，不要打双儿。娘，你不是说爹爹最疼双儿了吗？不要打双儿。白三三，你别吓着你姐姐。来人，老爷，罚2小姐跪3天祠堂，禁足3个月不许出，扣3个月月钱。是，老爷。老爷，时间太久了吧？双儿还小啊。平阳公主为女儿求情，却被白旭安一个眼神给瞪了回来。听到这里，宋国公一家子才算满意。白双儿是你的女儿，当你的欲望加注在她的身上的时候，她就会变得跟你一样，基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三三，你当真好了。白三三看向白旭安，没说话。跟傻子说话累。来人，去请郎中。不必了，郎中能看出个什么来？我让老大去太医院请个御医过来，那就有劳岳父大人了。三三呐，能不能告诉外公，你怎么就突然好了呀？因为我是神。所有人都沉默了。岳父大人，还是找个看脑子好使的御医，
给33好好看看吧。御医的结论是，三小姐确实不傻了，应当是受到惊吓、刺激的原因，所以才一下子就好了。因为之前傻过，可能影响了脑子，所以三小姐和其他普通的孩子有点不一样，比如说话慢吞吞的，情绪也比较少，有时候还会神神叨叨。不过，三小姐看着灵气的很，应当养一养就好了。白33听到御医的话的时候，沉默了半晌。他说话慢，只因为说快了累得很；情绪少，是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让他情绪起伏的事儿。至于神神叨叨，他觉得这可能是这些人对他有什么误解。而御医的话也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只要33不是中邪了就好。宋国公一家子直到蔡御医给33看完病之后才离开，气势汹汹的来，春风满面的走。妹妹，不记得外公不要紧，一定要记得喊哥哥啊！白旭安也立刻让人送了些补品过来，本来想询问33几句，但看白33对他好像不太爱搭理，也自讨没趣的走开了。走出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匆忙跑过来的白33的贴身丫头陈夏。不好好照顾三小姐，跑哪儿去了？奴婢去洗衣裳了。洗衣裳？你的职责就是照顾三小姐，谁让你去洗衣裳的？是夫人。好好照顾三小姐，让厨子给三小姐多备点补汤。回老爷，三小姐院子的伙食是要经过夫人批示的，三小姐院子1个月也就有几块肉，更别说补品了，所以……白旭安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不是有月钱吗？我会自己去买吗？月钱也是由夫人发放的，三小姐院子里已经2个月没发月钱了。白旭安闻言，面色变得更难看了几分，宽袖重重一拂，脸色凝重地走出了兰心院。不知三小姐可听得懂我说的话？白33点点头。三小姐已经不是从前的三小姐了吧？白33眯了下眸，没说话。虽然不知是何缘故，但此等意识也非常人所能理解。我也只是曾在家族古书中见过类似的例子，称之为聚魂。在我们家族古书中记载，天生赤耳便是魂散了，所以才会不变无骨，不识百形。而当魂魄重聚之后，便会焕然重生。白33眉心也轻轻拢了下，这医生所言倒也跟自己的情况能对应上几分。但让我好奇的是，三小姐的脉搏很不正常，就好像完全没有一样。不知三小姐可否告诉我缘由，为我解惑？蔡吉很好奇，这也是他之所以借口留下来和三小姐单独聊聊的缘由。不知。他的记忆很模糊，虽然他也发现了自己似乎没有脉搏和心跳，但也并不影响他什么，所以从未在意过。蔡吉皱眉，有点失望，这对他们行医者来说是难得的病例，可好像三小姐很正常，他完全检查不出其他一点毛病来。我无碍，无需多虑。那我便告退了。若是三小姐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可直接让下人来太医院找我。我叫蔡吉。蔡吉？人家的名字是姓氏蔡，汲取的汲。在白33口中，这人名字好生奇怪。蔡吉。蔡吉。罢了，下次再纠正吧。在蔡御医离开的时候，外间的陈夏也刚好走了进来。小姐，您没事吧？您怎么天天跟着二小姐他们乱跑？您这样乱跑，不是害人害己吗？算了，小姐您也听不懂，奴婢也不指望您能听懂了。反正奴婢刚刚把咱们兰心院的事告诉老爷了，希望以后咱们院子里日子能好过点。陈夏自顾自地说着，逐渐发现哪里好像不太对劲儿。他看着坐在面前的三小姐，目光平静地看着她，没有一丝情绪，一股无形的气场在白33身上散发出来。陈夏忽然心中一紧，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小姐，您茶很难喝，换掉。小姐，您可以说话了。陈夏，小姐您好了是吗？您认得我了，也会喊我名字了。三小姐不傻了，三小姐不傻，也就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失宠了。白33点了点头。老爷也知道吗？老爷知道的话，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三小姐了。这样以后咱们兰心院也不用再处处受人欺负了。想到方才白33说的话，他又皱了下眉。小姐您从来不喝茶的，这茶水就放这儿吧，奴婢就不换了，省得麻烦。白33平了平眉，小手一挥，桌上的茶水全都飞落在了地上。小姐，你这是做什么？若是不想伺候我，我不强求，你离开便是。若是留在我身边，就做好自己的本分。奴婢本就是伺候三小姐的，方才是奴婢疏忽了，奴婢这就去给小姐换茶水。三小姐好了，是真的好了，而且什么都知道。万一三小姐去老爷那里告状，到时候只怕连相府我都会被赶出去。又要重新活一次啊，好累啊。等到这个身体寿终正寝，我元神归位，就长眠吧。早知道我就不教唆双儿把白33带去斗兽场了，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让白33这个傻子因祸得福，我这是造的什么孽？
夫人别气，这事儿要怪就怪老天爷不长眼，偏心眼儿，可不能怪您自个儿。谁让你丫头跟她娘亲长得那么像，只要一看到她，我心里就难受得紧。那女人都死了那么多年了，您就别想着她了。如今您才是这府上的女主人，老爷这么多年不纳妾，可见老爷是真心宠着您的。可这么多年了，为了那个死了的女人，他连个正妻的名分都不愿给我。哼！如今倒好，白三三因祸得福不傻了，双儿被罚得不轻，就连那女人生的孩子都要跟我作对，都要压着我的孩子。凭什么？我是公主，身份尊贵，她算个什么东西？哎呀，夫人别气别气，咱们来日方长，那小蹄子就算不傻了，又哪有3小姐和4小姐机灵？不成气候。您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为老爷再添一个子嗣，有了儿郎，咱们日后才好做打算。殿下，刚传来消息，宋国公一家已经回府了，而且好像心情很不错。宋国公一家是出了名的护短，既然心情不错，那么那丫头应当也没什么事。是，据说宋国公还把蔡御医给请了过去，给白3小姐看病。咱们夏朝能够有资格直接请得动御医的官员，可没几个呢。国公府一心为夏朝，老国公也曾是夏朝的一名猛将，3个儿子也都持有重柄，分管3方。朝中的任何官员对国公府都得礼让3分，陛下对国公府更是青睐有加，国公府自然有这个资格。那殿下还需要继续监视相府白3小姐的情况吗？不必。萧杰淡淡的回了2个字后，直接迈步朝书房走了过去。但在刚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带上几个人把斗兽场拆了。是。三三，你还会喊哥哥吗？白三三给他翻了个白眼没说话。白子轩又不死心的问了好几句，白三三不耐烦的回了一句，才不问了。三三，你记住，如果以后有人欺负你，你一定要告诉哥哥，哥哥也会努力变得强大，好好保护三三的。白三三看着他，平静的眸子也微微动了一下，第一次心里真正默默念了一遍那2个字：哥哥。有什么事一定要告诉哥哥。从明天开始，哥哥每天都会抽时间过来教你念书写字习武。在白子轩走后，白雪安也来了一趟。白三三话少，主要是懒，所以就自顾自地吃着盘子里的糕点。白雪安就这么看着白三三吃，好半晌，白雪安才试探性地问：是不是还有后遗症，说不了话？白三三嚼着零嘴的动作一顿，看着白雪安疑惑地眨了一下眼睛。哎，果然呐，吃傻之病没那么容易好。也罢，你就好好休息吧，有什么事让臣下来找为父便是。很难吃。什么？绿豆糕不好吃。稍后让府里的厨子重新再做一些。若是不好吃，便换个厨子。白轩怎么觉得他这个女儿忽然变得很横，东西不好吃就会开始换厨子了。第2天，国公府又送来了许多补品和一些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直接让人送到了兰心院，那架势就差把自己给送来了。在臣下满心欢喜的在院子里点东西的时候，白三三脚尖轻轻一点，便飞出了相府。他的神力虽然无法完全恢复，但却能随着身体的融合以及最后一缕残魂的聚集恢复一些，而且有些能力是他仅仅用灵石便可使用的。多少钱？摊贩往周围看了一圈都没有看到说话的人，谁在问他多少钱？哎呦，小姑娘，煎饼2文钱一个，多可爱的小女娃啊，怎么没人在身边照看着呢？万一被人拐了可怎么办？忘带钱了。这小姑娘想仗着可爱白吃白喝。老板，接着。小妹妹，这煎饼喜欢吗？喜欢。那叔叔带你去吃更多好吃的，怎么样？好。卖煎饼的摊贩想劝说，但却被那个男人瞪了一眼，顿时不敢出声了。来，跟叔叔走，叔叔那儿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你想吃什么都有。白三三一边走一边吃着手里抱着的煎饼，慢慢的跟在他身后。他知道这个人在骗自己，但他也想知道他到底想带他去什么地方。殿下，我怎么好像看到了相府的3小姐？那个男人一看就是下九流之徒，根本不是相府的人，也不是宋家的人。那丫头怎么会和这个男人走在一起？你看这丫头成色不错吧？晨儿，门路不错呀，这丫头从哪里搞来的？这可花了我好大功夫啊，所以这价钱……陈二的价钱谈好，却发现白三三不见了。抓住他，别让他跑了！个死丫头，你给我站住！快给我逮住那丫头！一时间，好几个人全都朝着白三三追了过去。白三三脚步停在原处，裙裾无风翻飞，一股强大的气场轰然从他身上迸发了出来。惨叫声接连响起。骗子！
焦国灭亡，几乎焦国所有人都充了天启国的奴，这可是我们费了好大功夫才抓到的一个纯血统的女鲛人。据说这鲛人族无论男女都是天生的尤物，女鲛的模样更是一等一的好。这笼子里的女鲛有多漂亮，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至于规矩嘛，还是跟以前的宝贝一样，价高者得。就在这时，一道白影轻轻地飘落在高台上，这是哪儿来的孩子？白三三径直缓缓地走向了铁笼前。四月缓缓抬起头，看到白三三的时候，他的眸子也晃动了一下。白三三在看到这少女的一瞬间，就得知她的血统是鲛族，而且似乎是故人的血脉，难怪他觉得熟悉。小女娃，你来这里做什么？吃饼饼吗？四月看了他半晌，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一只手，接过白三三手里的煎饼之后，他立刻低下头，疯了一样的啃咬了起来。死丫头，还敢碰我的货！来人，给我把这个臭丫头绑起来！而就在人贩子们扑向白三三的时候，只见一道寒芒从空中划过，剑气横扫，以惊雷之势朝所有人压了下来。白三三转过头，一道玄色身影依然落在了高台。放肆！相府三小姐的主意你们也敢打？若是嫌命长了，本殿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白三三目光落到那把剑上的时候，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心脏的位置又开始隐隐作痛。萧杰目光看向地上跪下、浑身发抖、散发着尿骚味儿的男人，眸光一冷，一脚便将这人踢了下去。被踢下去的男人吐出了一大口血，当场就昏死在了原地。萧杰看向白三三，平了下眉，朝他走了过去。但他刚往前走一步，白三三就往后退了一步。莫非这小丫头还在怕他，还是说他刚刚吓到他了？可眼前的丫头看着他的眼神却是平静的，没有害怕，也没有厌恶，只是在排斥他的靠近。他是被嫌弃了？白三三在思考怎么才能毁了那把剑。他尝试过用神识将那把剑毁掉，但或许是他现在的神识力量不足，根本没起到作用。所以要毁了这把剑，是不是要先杀了这个男人？乖乖，别怕。 What？ 这还是殿下吗？萧杰又往前走了一步，巴掌大的一双绣花鞋还是往后退了一步，心口痛。萧杰平眉把允心剑扔给了安中，白三三的目光也没再看那把剑了，他看向了旁边的铁笼子，一记拂袖，笼子里的铁锁便咣当一声被打开了。白三三抬起小手，轻轻地放在了少女的额头，果真是故人血脉。见萧杰走近，突然想起上一次萧杰虽然身上带着剑，但只要他抱着自己，他心口就不痛了。是不是自己只要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他就不会受那把剑的影响？抱抱。萧杰微怔，心都酥软了片刻，仿佛得到了恩宠似的，直接弯腰将地上的小丫头给抱了起来。被抱在怀里，果然不再受那把剑的影响了。好生奇怪，莫非是因为这个男人就是那把剑的主人？我在他身上，身边都是他的气息，所以才不会受影响。怀里抱着软乎乎的小丫头，萧杰面具下冷意的线条也变得柔和了起来，泛起了笑意。这是不怕他了吗？怎的一个人跑到这种地方来了？吓人呢！谁带你过来的？一个男人。哦，他人呢？眼里已浮现一抹杀意。没了，可能会死掉，也可能会残废。没了。萧杰看了安中一眼，安中会意的点头。这里不是什么好地方，我送你回家。安然，要跟我走吗？要。萧杰虽然并不赞成，但也没说什么。那便跟着我。萧杰抱着白三三，用的轻功直接飞了回去。四月竟也用轻功紧紧追在他们身后。萧杰目光往后方看了眼，身手倒是不错，恐怕并非角国普通女子。当他们三人从天而降，飞到相府的时候，天外飞仙！我去，啥玩意儿飞过来了？飞你妈个头啊！那是三小姐啊！三小姐，三小姐回来了！三小姐飞回来了！战王殿下，这什么风能把战王殿下给吹到我府里来？白丞相近日可是朝事繁忙，有劳殿下挂念。臣近日倒是不怎么繁忙，不知殿下何故有此一问呢？即使不繁忙，那何故连令千金身边未带一个下人，被人贩子诱拐了都不知道？被人贩子拐了？可他连三三是怎么出府的都不知道。下人说根本没看到三小姐出府。三小姐年纪尚幼，心思单纯，又手无缚鸡之力。丞相大人身为父亲，若是连自己的亲闺女都护不得的话，又如何护得了我下朝社稷？殿下说的是。这人好像对我有什么误解。我不小了，我能当在场所有祖宗了，甚至比你们老祖宗都还要老，手无缚鸡之力。姑且算吧，毕竟我无法恢复全部的神力，只能飞一飞扇扇人，打打架。下一回若是再发生此事，丞相大人可就别怪本殿在陛下面前参你一本了。是。以后不要再被人骗了。
萧杰说完之后，又再看了眼四月，像是一眼警告，旋即足尖轻轻一点，眨眼便消失在了相府。通知下去，相府加强戒备，以后尤其注意天上有没有飞来飞去的人。我们回去。三三，哎呀，有没有受伤啊？你是被谁骗的？怎么被拐走的？人贩子呢？没事，都被我干翻了。白旭安觉得自己跟这个女儿可能有十分严重的交流问题。小姐，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老人手就要杖毙奴婢了。哭什么？小姐，你以后可别乱跑了，要去哪儿一定要带着奴婢啊，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才好。陈夏一边擦干眼泪，一边叮嘱。哭着哭着，陈夏才发现小姐还多带了一个人回来。小姐，这是我的人。陈夏愣了一下，然后心里开始有了危机感。小姐，小姐！启禀殿下，那个人贩子找到了，但找到的时候，整个人已经丢了半条命，口不能言，身体也已经不能动了。丢了半条命？是，不只是他，奴隶市场里跟那个人有交易的另外一个人贩头子和手下，也都跟他差不多。问了他们说是被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几岁小妖女伤的。萧杰眸光冷凛，脑海里闪过白三三抚袖直接断掉囚笼铁链的画面。若是能断那铁链的话，那么便能杀人。心里隐隐有了一丝猜测，安中根本没注意，也没有看到白三三断那铁链，所以并不知道萧杰所言的意思。殿下，相府那边的事已经办好了，白丞相几次三番感谢殿下出手相助，说日后若有什么非朝政上的需要，他也一定会尽绵薄之力。老狐狸，殿下为何不告诉丞相大人，那女子是焦国的子民？焦国乃亡国，若是告诉了白丞相，他未必会允许那丫头带在身边。既然丫头喜欢，那便留她在身边吧。可是殿下，那女子尚不知根底，白三小姐尚且年幼，若是留在三小姐身边，不会有危险吧？你可知焦国的人虽人丁稀少，却都有着过人的容貌，因此自诩为上天的宠儿，也素来高傲，从不屈居于他人之下。可这个国家的人却有一样让人极为眼红又致命的弱点，那便是不亚于昆仑奴的忠诚度。但想要得到他们的忠诚却并不容易。昆仑奴能够被驯服，可焦人却无法驯服，唯一能够让他们忠诚的方式便是让他们自愿奉你为主，但这对于高傲的焦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即便天启国灭了焦国，将他们取当了玩物，却也无法奴化焦族。安中点了点头，这个他是知道的。天启灭角国是好几年的事了，角国小且没有太强的战斗力，几日时间便被天启的铁骑踏破。天启好战，夏朝若不是因为有殿下，恐怕天启就连夏朝的主意也敢打。而那个娇女是自愿跟小丫头走的，唇角也染上了一丝淡淡的笑意。平日当殿下摘下面具的时候，安中就只见过殿下面无表情的样子，可即便是面无表情，也让他一个男人时常看得出神。如今这一笑，更是让安中立刻垂下了脑袋。幸亏殿下平日里戴上了面具，这一笑怕是得要了一干老少爷们儿，呸，一干千金小姐们的命呢。什么传言说殿下丑得不可名状，能吓退敌方百万雄师的都他妈扯淡呢。叫什么名字？4月，还未及记。小月。小什么的最好记了，不麻烦。陈夏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一边将白三三的脚放进了热水盆里。烫。陈夏啊了一声，然后立刻伸手进去试了试水温。好烫！4月看到白三三的两只小脚都被烫掉了一层皮儿，看了一眼陈夏之后，直接上前把他推开，立刻将白三三的两只脚从水里拿了出来。主子，你没事吧？但也很快反应过来，立刻跪在地上连连道歉。对不起，小姐，都是奴婢的错，是奴婢没有注意到水温。下去。是小姐，奴婢先下去了，若有什么事换奴婢便是。哼，这个新来的根本就是故意想要争宠，取代我的位置，不就是想巴结三小姐吗？真是蠢，恐怕根本不知道三小姐在相府的地位吧？再巴结三小姐又有什么用？也落不着什么好，还想取代我的地位？做梦呢！4月用手试探了一下水温，见水差不多了，才小心的把白三三的脚放下去。主子方才怎么不赶紧拿出来？无碍。他对于伤痛的反应并不是很快，而且很多疼痛都是可以忍的，忍久了也就习惯了。只要没有危及到性命，他都是不紧不慢的。这丫头伺候不好，以后让4月伺候主子。好。你祖上是何人？他知道4月身上流着故人的血脉，依稀记忆里是有个认识的鲛人，但却忘记了是谁了。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让4月跟在他身边的原因。奴婢的祖上便是建立焦国的老祖。白三三想了想，没想起来就算了，他也懒得去想了。你会武功吗？奴婢会武功，虽不如那些修行者，对付一般的毛贼不成问题。之所以会落到那些人手里，是中了他们的计，被下了药。修行者，咱们九州大陆有一部分人是强于武功高手的，而这些人被称之为修行者。要迈入这个门槛，要么天赋异禀，要么有师傅指导。据说也有这样的门派和家族，而这些人厉害
害的能飞天遁地，以一敌百，甚至以一人之力摧毁一座城池，还能驯服一些灵兽，还有的能长生不老，活上100岁，甚至几百岁。但因为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咱们平时也很少见到，大多都在什么避世的地方修炼呢。白三三点了点头，看来这个大陆也是有修行者的。奴婢也只知道这么点，对其他的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那你打得过那个戴面具的人吗？听说你的国家被灭了。是。谁灭的？天齐国。以后我帮你灭了他。明明四月知道主子只是小孩，童言无忌，说的也做不得真，可他还是忍不住的湿了眼眶。不哭，乖。四月立马擦了擦眼泪，明明心里因为主子这句话更想哭了，但却还是憋着声音不哭了。小月，你会做饭吗？会。好吃吗？还行。怎的还让长回来了？战王殿下不是日理万机的，怎么2次他都多管闲事起来了？或许是赶巧了，战王殿下可不是那多管闲事的人。不过那白三傻子说是吃傻真好了，但奴婢看根本就没好呢，就这机灵劲儿，连咱4岁不到的4小姐都不如。我也觉得，我就看白三三那呆呆的样子，也不像是完全好了。被拐了倒也正常，不过相府他到底怎么出去的？这么多人都没有看到他出去。老爷说可能是被什么会武功的毛贼飞潜进来了。我一看见那傻子就烦心，怎么就不给拐走了？要不是因为那傻子，老爷能跟我吵一架吗？傻子要钱有什么用啊？减少月钱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他吃那么好做什么？府里养一个闲人还得大鱼大肉的伺候着吗？娘，陪我玩。找你姐姐玩去。姐姐关起来了，没人玩。你去找那傻子玩去。好啊，找傻子玩去了。夫人，我听说3小姐还带回来了一个人当丫鬟呢，据说还是战王殿下给买下来的。哼，你傻子身边要那么多人做什么？还真当自己宝贝了。对了，双儿不是一直闹着想要多要一个丫头吗？把陈夏给要过来吧。是，奴婢明儿一早就去办。白子轩回来后，一听说今天妹妹被拐到了奴隶交易市场，一个冲刺就跑进了白三三的院子，然后非要教白三三练武。三三，你看着，哥哥教你打拳，你学会了打拳，以后就可以打坏人了，看着啊。白子轩扎好马步，运起了内力，一拳打向了眼前的一棵大树。那大树立刻颤动了一阵，抖落满地的树叶。四月有点诧异，没想到白少爷年纪不大，还是有点功夫的。就是人看着好像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白子轩最近老在书院提妹妹的，本世子倒要看看他这妹妹到底怎么样。世子，小心点。你烦死了。然后看向了院子里站在白子轩身边的白三三。这就是子轩的妹妹吗？好可爱。白三三眨了眨眼睛，然后迈着步子走上前。三三，哥哥厉害吧？只要你跟哥哥习武，保证以后。白子轩傻了，四月也不敢置信，瞳孔圆睁。这样的妹妹我好喜欢。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妹妹？外面有人杀猪吗？不知道。有没有人杀猪他不知道，反正有人。从刚刚他就察觉到了。主子要不要奴婢？随他。三三，你手没事吧？但看到白三三的手还是白白嫩嫩的，没有一点血迹，才安心下来。三三，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树怎么就倒了呢？打一拳就倒了。白子轩自闭了。白子轩就站在那儿思考了很久很久的人生。白三三没有打扰他，带着四月去府里转了转。三傻。但见前面走的白三三根本没理他。三傻子。白三三听到了，但没搭理，继续跟着四月散着步。白三三看到白三三转身的时候，这是三小姐吗？怎么看着不傻了呀？平时的三小姐不是都流着口水傻笑吗？三傻子，你今天不流口水了？姐姐不在，娘亲让我来找你玩，你还傻站着干嘛？过来陪我玩啊！白三三没理他。叫你呢，傻子，快过来陪我玩。咱们今天还是玩让来福来追你的游戏，你跑，让来福咬你。来福立刻冲着白三三凶恶的吼叫了2声。白三三目光挪了回来，看向了那条狗，脑海里瞬间闪过曾经白三三被追着咬，而白双儿姐妹在一旁拍手称快的画面。这条恶犬是白双儿养的，特意找了驯兽师训练成了只听他们的话。他们竟然敢这么对主子！好啊，你竟敢不理我，我现在就让来福咬死你！来福，给我咬他！四月已经上前一步准备动手，可在他动手之前，扑过来的来福却突然往后弹射了回去，惨叫一声便没了声儿。
主子刚刚是踹了一脚，好快，我竟然都没有察觉到。主子莫非也是隐藏的高手？你敢踢我的来福！三小姐，这你可怪不得婆子我了，谁让你招惹四小姐生气的？边做事要动手，便被四月一掌拍飞了出去。老不死的东西，老不死的东西！他抬头看向四月的时候，发现他是蓝色的眼睛。妖怪，是妖怪！你敢打我奶妈？但他没上前，白三三却朝他走了过去。傻子，你要干什么？我姐姐会打你的，娘亲也会打你的，不许过来！白三三广袖一抚，聒噪。你打我！你打我！我要告诉娘亲，你会被打死的！你会被打死的！小月，晚上吃狗肉火锅。是。还有红烧鲤鱼。是，主子。再吵就把你嘴打烂。听到这句话，白玉儿果然不吵不闹了。年纪小小，心肠就这般歹毒，必然是上面有人教。再骄纵的小姐也不会被养成这般德行，除非是故意放纵为之。主子在府里有敌人，而且那人恐怕恨不得主子死。小姐，你又跑哪儿去了？出去走了走。小姐以后也该出去多走走，多走走对身体好。小月呢？怎的只有小姐一人？去厨房处理食材了。看来主子也不喜欢那冷冰冰凶巴巴的丫头啊，哪有主子身边的大丫鬟去厨房的？肯定是主子不喜欢那丫头，所以让她去干粗活了。小姐，大少爷这是怎么了？奴婢看他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而且那棵树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就断了？思考人生。那是什么？三三，你怎么在那儿去了？刚刚明明三三不是在我旁边吗？哥哥，请个郎中吧。为什么？看看脑子。好，明天哥哥就去找郎中看看。三小姐好了，难道大少爷傻了？天色不早了，该用晚膳了。三三还没吃饭吧？要不要去我的院子吃？不用，我这里吃的多。这是在嫌弃我院子里吃的少吗？等一下有好吃的，你要吃吗？真的吗？好。你说什么？夫人带着人气冲冲的去了兰心院了？是的，老爷，才过去，听说夫人气得不得了，带着四小姐一起过去的，还带了俩平日里专门逞下人使唤的粗使婆子。知道是怎么回事吗？小的也不清楚啊，只是听说今日四小姐去找三小姐玩，结果被三小姐给打了，还打了四小姐身边的婆子，就连来福都被打死了。这话怎么听着可信度那么低？小四打三三我倒是相信，三三打小四还打死了来福，打了婆子，怎么听都感觉跟做梦一样。对了，老爷，好像还说三小姐身边有个妖女，随我去兰心院。是。白三三，你这个小贱人，给我滚出来！看到白子轩也在，他语气刻薄。大少爷大晚上的不在自己院子里，跑来白三儿的院子来用膳，怎的？难道是相府委屈你了，让你用膳都只能跑到这儿来了？平阳公主莫非是忘了三三是我亲妹妹，哥哥跟妹妹在一起用膳有什么不妥之处吗？不妥之处可多得很，你可是相府嫡子，如今又是白鹿书院里太傅的学生，更是太子陪读，而你却成日和一傻子在一起，成何体统？还有，你现在应当唤我娘亲，先生教你的礼义廉耻都白学了吗？三三不傻，你也不是我娘亲。娘，打死三傻子，就是他打我，还把来福带走了。娘亲要给雨儿报仇。好香啊！娘亲，我也要吃，三傻子吃的那个我也要。闭嘴！夫人，就是她，那个妖女，眼睛是蓝色的。你们想做什么？什么妖女？妖女？莫非四月真是妖女？不然哪个丫鬟能长得这么漂亮的，而且性格还那么古怪？我想做什么，那可得问你的好妹妹了。来人，给我把三小姐绑起来。是。住手！可根本没人听他的。四月手腕一动，手中的两只筷子如利剑一般从掌心射了出去。谁敢动我主子？三小姐这是干的什么事儿啊？竟然让四月伤人，还是上的夫人的人，这不是找死吗？你，好你个白三三，竟敢纵容妖女伤人！你们是想要过来打架的吗？娘亲，打死他，让李嬷嬷他们打死这个傻子，让他还我来福。四月，去院子里打，免得弄脏了饭桌。是，主子。紧接着一阵阵惨叫声响了进来。四月的武功竟然这么高，反了！来人呐！府里的守卫何在？给我拿下这个妖女！住手！发生什么事了？需要如此大动干戈？老爷，这事怪不得夫人，是三小姐今日掌掴了四小姐，打了四小姐奶妈，又打死了二小姐的爱犬来福，所以夫人气不过才带着四小姐过来找三小姐算账的。你在胡说什么？三儿还这么小，怎么可能是她做的？老爷，婆子们都看着呢，雨儿也是这么说。你看看雨儿的脸被打的，
你不心疼我都还心疼呢，你就这么纵容这个孽女胡作非为吗？难道真的是三三干的？三三，如实道来，当真是你干的吗？打了又如何呢？打了又如何呢？还真是三儿干的？怎么可能呢？分明是四小姐牵着恶犬挑衅在先，让恶犬扑咬我家主子，我家主子才踢了他一脚。什么？白玉儿，你竟然放狗咬三三？说什么呢？谁能证明？玉儿还那么小，她懂什么？怎么可能让狗去咬白三三？明明以前都是这样玩的，姐姐也是这样玩。姐姐说三傻子笨，让来福吓唬吓唬他，我才没有做错，还是娘亲让我找三傻子玩的呢。闭嘴！明明以前我跟姐姐都是这么玩的，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凶我？难怪姐姐说不要告诉别人，早知道我就不说了。你说什么？你说以前你跟白双儿都是这么吓唬三三的？玉儿，你再说一遍，告诉爹爹，以前你们就是这么吓唬你三姐的。老爷，您别听玉儿瞎说，她还不到4岁呢，她懂什么呀？就算她让来福吓唬白三三，那也只是姐妹间的玩笑，可白三三竟然敢打人，这事情的严重程度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什么玩笑？有这样放狗咬人的玩笑吗？难怪从前每次我回来的时候，三三身上总是脏兮兮的，有的时候还有血，原来是这样。小月，主子，把这个孩子丢到斗兽场去，再放一条恶狗进去。是，你敢？你不是说玩笑吗？三三说的也是玩笑，怎的您反应这么大？您刚不是还说是姐妹间的小玩笑吗？既然他们这么对三三，那三三用同样的方法跟白玉儿玩，您难道还不让吗？平阳公主一下被自己的话给堵得哑口无言。子轩不过12岁，但却话术缜密，而且还能抓住对方的漏洞，不卑不亢地反驳回去。如此儿郎，将来必是朝臣之才。好了，不过是姐妹之间闹了点小事，至于这么大阵仗吗？都给我回去！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就别闹了，把雨儿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多读读书，看看她和双儿都被你给宠成什么样了。还有，你看三儿的样子，像是会打人的人吗？这小胳膊小腿儿还能打死一条狗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下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听到这话，白子轩和四月都忍不住地看了一眼白三三，却见白三三只是看着前边，小脸清冷，一副呆呆萌萌的模样，好像的确看起来就是只会被欺负的样子。还有她这个妖女，张婆子说了，她的眼睛是蓝色的。你抬起头来。谁说小月是妖女？白三三往前走了一步，在他往前走的同时，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平阳公主被风吹得往后退了好几步，一股力量推得她直接往后摔倒在了地上。夫人，夫人！平阳，白旭安也喊了一声，心里也有些疑惑，怎么好端端的刮起了大风了？小月是我的人，也只是我的人，任何人无权命令她。四月心中一颤，眼角温热，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不是蓝色的了，不是说是蓝色的吗？怎么会不是蓝色的？夫人，夫人，您要相信奴婢，奴婢看到的真的是蓝色的。来人，把这婆子给我拖下去，打50大板。是。老爷，夫人，奴婢没有说谎呀，饶命呀，老爷！即便如此，那白三三也不该纵容下人打人，同胞姐妹哪有还手打人的道理？是吗？刚说完这句话，他就缓缓迈着小步子走向了白雨儿。在所有人都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他抬手就朝着白雨儿推了一下。白雨儿尖叫一声，一屁股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瞬间哇的一声嚎啕大哭了起来。白三三，你这是干什么？他扬手就想要打白三三一巴掌，可那手扬起在空中却怎么都落不下去，就像是被什么力量控制了一样。你不是说哪有还手打人的道理？怎么你想打我？够了！白旭安冲着平阳喝了一声，我这里不喜吵闹，若是再有下次，就打死你们！平阳，给我回你的院子去，禁足3日，好好反思反思。平阳虽然不甘心，但也知道白旭安是真的动怒了，转身带着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继续吃饭。四月跟着转身，白子轩也松了口气，上前跟白旭安打了声招呼。爹爹。白旭安正要跟白子轩说上2句话。三三，等等我。老爷。白旭安皱眉，眉里沉下，迈着步朝白三三的屋子走了进去。本来他打算训白三三一顿，但一走到门口就闻到一股肉香。这是什么？这是火锅，4月做的。爹爹要试试吗？我来不是来吃饭的。那你走吧。不是，他就这么不受待见吗？白子轩也对三三这么对爹说话心里咯噔了一下。白三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被烟雾熏得又有点湿漉漉地看着他，白旭安的父爱噌的一下子就泛滥了起来。你要吃的话就拿张板凳坐下，站着挡光线，不吃的话就走吧。这可是老爷啊，竟然敢这么跟老爷说话，可算是以前的教训没长够，怕是又要挨罚了。给我添双筷子。臣下，快去添双筷子。是，奴婢这就去。老爷这是怎么了？好像跟以前对待三小姐态度不一样了。这是什么肉啊？
怎么这般做起来这么好吃，而且吃法也如此新奇？吃了一口之后，白雪安又接连吃了好几碗，都不带停的。白三三吃完点心水果之后也吃困了，起身准备进屋子去休息了。对了，来福呢？真的被打死了？锅里留下的父子二人面面相觑，也就是说，他们刚才吭哧吃的那一锅肉，都是来福。早知道来福的肉这么好吃，应该早点宰了。这该怎么跟另外2个女儿交代啊？翌日，陈夏，你这丫头也不小了，人呢也机灵，这些年在三小姐身边伺候着，也着实委屈你了。夫人念你手脚麻利，人也听话，正好二小姐前些日子呢闹着想多要一个丫头，虽说夫人能直接把你要过去，但咱们这府里有规矩，要府里其他院子里的丫头，那得先问问主子的意思。这事儿呢，我先跟你说说，打个招呼啊。三小姐那边呢，你得自己瞧着办，若是你愿意过来呢，夫人自然也有法子。这事儿呢，你自己仔细着打算打算。要知道，想想跟着三小姐是什么日子，跟着二小姐又是什么日子。也就是说，二小姐要把我要过去当丫头了，以后我再也不用吃不饱了，还整天受府里那些下人的气了。4月飞到兰心院的时候，发现主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屋顶上睡觉去了。难不成主子在屋顶上睡了一宿？白三三睡眼惺忪地睁开眼睛，昨晚他为了吸收自然之力、日月精华，来促进身体的融合以及神力的觉醒，所以上来打坐了会儿，没想到竟然睡着了。他身子一动，便从屋顶上轻盈地飞落在了地上。明明主子是会武功的，可怎么在主子身上察觉不到一点武者的气息？主子，然后弯下腰，半跪在地上，凑近白三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白三三听完，面色没什么变化。夏朝朝堂，南诏国想要与我朝建交一事，不知诸位爱卿如何看呢？回陛下，臣以为南诏与我朝素不往来，且此国一直较为神秘，与我朝建交恐怕包藏祸心，建交一事还望陛下慎重。南诏虽与我朝素无往来，但这些年来与我夏朝也算相安无事，若是能建交，便能延续这种平和，又何乐而不为呢？臣倒是认为这是一件利于我朝和百姓之幸事啊。No， 子期如何看待此事啊？陛下，战王殿下身体又抱恙，没来上朝。这臭小子身体又抱恙，天天身体抱恙，就是不上朝。要不是我亲自下旨，恐怕这小子连皇宫大门都不乐意进。这些年上朝的次数，我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来。回陛下，臣听闻边关传来消息，近几个月天启的探子在南诏国活动频繁，恐怕是天启盯上了南诏，所以南诏才想要求援，建交恐怕也是出于此目的。但这次既是南诏为表诚心带了质子前来，那我们不妨先静观其变。臣附议。如此，那便依丞相所言，先静观其变。正好再过半个月便是太后的寿辰，便在那日接见南诏使臣吧。陛下英明。诸位爱卿，太后寿辰当日，所有官员务必全家出席，尤其是各位爱卿的子嗣后人。是。到时候那么多女子，总归子期能看得上一个吧？子期要是看不上，实在不行，自己的那几个皇子也能挑挑。难得的机会，能一起办的事儿，就一起给办了。白璇，我家三三这2天怎么样了？挺好的，昨晚还吃了双儿的狗呢。是吗？三三可是我的宝贝外孙女，要是再出现上次那样的事，我可不管什么爹不爹的了，就算砸了你们相府的门，我也要把三三带回我们宋家。岳父大人可别忘了，我才是三三的亲爹，他现在可是白家人。那也是我外孙女，他姓白。我外孙女，他姓白。我可是三三亲外公，他还是姓白。战王府，小姐慵懒地躺在椅子上，听完侍卫的汇报早朝之事。我怎么觉得陛下的那些话是冲着我来的？什么话？相府三小姐如何了？回殿下，三小姐近日应当尚好，没出什么事。让府里的厨子做点零嘴，抽空给相府送过去。是，属下这就去办。主子还这么小，怎么识得这么多字？小姐有事吗？小姐，奴婢。小姐，昨日夫人来找奴婢了，说让奴婢去照顾二小姐。奴婢伺候三小姐这么久，自然是不舍得离开三小姐的。可是夫人的命令，奴婢也不敢违抗。所以你想走是吗？小姐，奴婢本意是不想离开您的，可是夫人的命令，奴婢不敢违抗。而且小姐如今身边也有一个丫头伺候了，所以你走吧，收拾东西离开。我还以为三小姐不会让我走呢。三小姐，奴婢真的可以走了吗？白三三嗯了一声，便没再看她一眼。多谢小姐。主子，你明知道臣下在说谎，那又如何呢？我从不勉强任何人留在我身边，
他想走，走便是了。而且我的身边也不留不忠之人。没想到主子这般想，可看事情却是如此通透，对主子的敬佩和崇拜又多了几分。四月被白三三翻看的书吸引了目光，他特意凑近了一点，忽然猛地瞪大了眼睛，一把将白三三手里的书抢了过来。主子，这是谁给您的？这种书怎么能给主子看？要是他知道是谁，非杀了他不可。今天花园里捡到的，主子不能看这种书，奴婢没收了。小月好凶。夫人，臣下来了。夫人，二小姐。以后你就跟着二小姐了，好好照顾二小姐。是夫人，奴婢一定好好伺候二小姐。娘亲，这不是三傻子的婢女吗？我才不要。乖，这丫头手脚利索，能伺候得了傻子，一定也能把你伺候得好好的。以后她就是你的人了。那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是二小姐，奴婢以后都是二小姐的人了。还给她送吃的，这傻子到底给战王施了什么术法，能让战王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他？夫人，奴婢有一事，不知当不当讲。说。奴婢觉得三小姐自从好了以后，人就变得怪怪的，力气也特别大，走路都没声，变得比以前更是睡，没事都不愿意动弹。所以奴婢怀疑三小姐会不会是中邪了，或是被什么邪祟附体。此话当真？奴婢所言句句属实。平阳公主仔细想了下，那晚上她想要动手打白三三的时候，那手怎么都打不下去，当时她就觉得古怪，赶紧去请个法力高深的道士回来做法。而此时白三三已经不在相府。主子方才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就飞走了？白三三的身子落在一处小树林，他动了动小鼻子，往树林深处走了进去。只见一头巨兽的影子在前面的一行人队伍里飞窜，马车内的人在双手不断的结印，似乎想控制前面那飞窜的巨兽幻影，但却根本控制不住，最后还被反噬的猛地吐出了一口血。怎么会这样？是魂兽。白三三踮脚摘下一片树叶，在自己的指尖轻轻地划了一道口子，那巨兽幻影立刻放下正在吞食的活人，疯了一样的朝白三三扑了过来。在他停在白三三面前的时候，白三三抬起另一只小手，在幻影巨兽的脑袋上轻轻摸了摸。渐渐的，幻影巨兽开始变得温顺，轻轻地舔舐着白三三手指上的血珠。而那幻影巨兽也渐渐浮现出了自己的真面目，竟变成了一只小猫大小的小黑兽，出现在白三三面前。小噬魂兽看了白三三一阵儿，旋即化作一道黑烟，出现在了白三三的怀里。白三三抚了一下袖子，小噬魂兽立刻从他身上滚落了下去。不想养宠物，麻烦。方才他是用自己的血解除了噬魂兽本身所受的御兽术的控制，压制了他的狂暴状态，但这也让噬魂兽对他变得亲近，所以他才会这样。小噬魂兽四只爪子紧紧地抱着他的腿，也不下去。白三三无奈，上来吧。小噬魂兽立马又化作黑烟窜回了他的怀里，化作兽态乖巧地趴着。站住，那是我的！一道掌风就向白三三刮了过去，一记斧袖便将那道掌风击碎。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可恶，他刚刚如果不是怕被噬魂兽噬住，他也不会躲在马车里，倒让人把他的东西给抢走了。而且就连他留在噬魂兽体内留下的印记都消失了，根本无法感应他到底在什么方向。大人，这下怎么办？给我查，刚刚出现的那个小女娃，她到底是谁？是。白三三刚回到自己院子，就听到了争吵的声音。你们想做什么？夫人说最近府里不吉利，让高人来看看，而根据这位高人算出咱们府内主要是三小姐的院子里晦气重，所以特意来瞧瞧，若是有什么也好做法除妖，早日还府里一片太平。你一个侍女有什么资格阻拦？给我让开！姑娘有话好说，好说。嘿，你这丫头还真是胆大包天，不要命了你！算你识相。道长，您好好看看这院子里晦气最重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尤其看看有没有邪祟作怪。需要什么尽管说便是。放心，贫道修行多年，这点小事不在话下。主子，要奴婢把他们赶出去吗？他们要做什么？道士说府里不干净，要做法。做法？而此刻那道士在满院子都逛遍了，最后跟着自己的罗盘向白三三的方向走了过来。以贫道探查，晦气的根源恐怕就在这位小姐身上，这位小姐恐怕是邪祟入体才会产生这妖邪之气。那道长，快做法驱邪呀！老爷，三小姐的院子有道士在做法呢，说是三小姐院子晦气重，要做法除妖。谁请的道士？是夫人。过去看看。张道士做法了好半晌，都不见白三三有什么特殊反应，心中一凛，嘿，妖孽，速离开！一道黑影瞬间缠上了张道士的桃木剑，白三三手腕挥动，张道士便已经倒在了地上。妖你妈个头！大仙，大仙饶命！妖你妈个头！大仙饶命！哎呀，
刚刚是谁踢的？他是不是眼花了？他怎么看到是33踹了一脚？老爷，奴才也没看清。小月，我回房间休息了。是，主子。回去告诉平阳，什么身份该做什么样的事。如果他打理不好相府，还整天添乱的话，那我就只能换一个人来照看了。什么？南诏国使臣路上遇袭，还有重要的宝贝被夺走？是，陛下。当我们派去接应的人赶到的时候，对方的人马已经死了一大半了，而且死状极其凄惨骇人。派人协助南诏使臣找出这名刺客，追回丢失的宝物。是。哎呀，要遇袭怎么不早点遇袭？到了夏朝境内才出事。为了两国邦交以及面子上得过得去，还得派人协助他们找出贼人，真是麻烦。殿下，您看这件事会不会是南诏国自导自演的？自导自演倒是没有必要，不过那些遇袭的人可不像是被人类所伤。殿下的意思是，袭击他们的可能不是人，应该是某种凶残的兽类，极有可能会是吞噬人的一种凶手。可是他们不是说是一个女孩袭击了他们吗？而且还抢走了他们的一件很重要的宝贝。谁袭击了他们不重要，他们只不过是想让陛下帮忙找到那样他们口中所谓的宝贝罢了，而他口中的宝贝恰好在一个小女孩的手里。那殿下，您要不要进宫去告诉陛下一声？身体不适，不宜见驾。殿下还真是能不进宫就不进宫啊，是被陛下催婚给催恼了吧？这陛下连自家太子的婚事都不操心，反而整心操心殿下的，都让我怀疑这到底谁才是亲儿子了。送去相府的零嘴，那小丫头喜欢吗？安永是亲手交给了管家的，应该到了三小姐手里，至于喜不喜欢就不知道了。派人打听打听，若是那小丫头喜欢，日后再做一些送过去。是。主子，这是她叫小魂，这是哪里来的？听说是詹王府送过来的。好吃，主子手艺倒是不错。主子若是喜欢，4月也学着做给您吃也好，不讲究。在道士上门做法之后，相府一下安静了好几天，难得的消停。三小姐在做什么？回老爷，三小姐刚和大少爷一起出去了，好像说是去国公府了。国公府？去国公府怎么不跟他说一声？等等，三儿回了国公府，该不会被我老丈人给留下来，不让他回来了吧？大少爷也去了？是的，老爷，大少爷今日不上书院，所以陪着三小姐一起去了。三儿年纪还小，太容易被骗了。这次出门，子轩跟着，我也放心了。派几个人去国公府门口候着，接大少爷和三儿回来。是，老爷。还有，如果天黑之后他们还没回来，就说我生病了，让他们赶紧回来。三三还小，跳下来多危险啊，还是让哥哥抱下来吧。我的三儿宝啊，外婆听说你病好了，还会喊人了，快让外婆好好看看。当宋老夫人看到眼里一片澄净，不再像以前那样流口水歪嘴，只知道傻乎乎看着人的模样，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的哭了出来。我的三三呐，老天有眼呐！哎呀，好了，老婆子，三儿那么小，你一身的蛮力，再这么抱着也不怕把三儿给勒着。三三，这是外婆。外婆。哎，三三，这是你两个表哥宋琦、宋岩。宋琦是大舅舅的儿子，宋岩是二舅舅的儿子，一个15岁，一个13岁，俩舅妈对白三三是喜欢的不得了。早就瞧我家那小子不顺眼了，儿子有什么好啊，还是闺女好。瞧瞧三三多讨人喜欢。爹娘，三三好可爱呀！这不许摸我妹妹。那也是我妹妹啊，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妹妹。可不是嘛，子轩，三三也是我们的妹妹呀，你这样不合适。三三可是第一个叫我哥哥的。他们到底在争些什么东西啊？三三可是第一个喊我外公的，我骄傲了吗？好像三三也没别的外公了吧？你这老头子，把三三给我放下，我都还没抱过呢。宋老夫人也想来抱抱的时候，三三立刻的后退了一步。不要，她不习惯被人抱，刚刚是纯属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突然被抱起来的。好好好，不抱不抱，咱们三三长大了，外婆不抱了啊。我想回府。白子轩看了三三一眼，有点忧虑，好像没什么感情似的。即便是对我，虽然会叫哥哥，也是淡淡的。莫非是吃啥后遗症吗？三三呐，这可是你外婆亲手做的羹汤，快尝尝。这是你二舅娘听说你要回来了，特意给你做的药膳，听说有补脑的效果，来试试。三三盯着自己桌上被盛得满满的小碗，好像吵一点也没事儿。饭后，三三被迫又跟外公外婆说了会儿话，才被白子轩带着离开。三三，你记住，要是受欺负了，千万别害怕，一定要告诉外公和舅舅们，知道吗？放心，不会有人欺负我的。放心，不会有人欺负我的。看着离开国公府的兄妹俩，爹爹，我还没怎么跟妹妹玩呢，宋子轩就把三三带走了。以前倒是不见你对三妹妹这么上心，爹，
我瞧燕儿对三三倒是喜欢得很，您看要不要定个娃娃亲，咱把三三再娶回宋家来，这样三三以后也不用嫁到别人家去了，咱们还能自己照顾着。听到这话，宋燕的脸一下就红了。爹，这事儿我也觉得可行，不如以后让燕儿和三三多培养感情，青梅竹马的，以后长大了也好说亲啊，您说是不是？那不行，那得看三三愿不愿意。女儿家的终身大事，哪能由你们这些臭男人说了算？娘说的对，三三还小呢，你们想什么呢？这样吧，燕儿呢，以后和三三多走动走动，若是日后三三长大了愿意，那咱就把亲事定起来，若是不喜，那便作罢。宋燕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少年刚萌动的春心也被家里人这三言两语的给勾了起来。白三三坐在马车里，忽然被晃了一下。怎么回事？怎么加马车的？没长眼吗？要是把我家世子撞伤了，你们担待得起吗？分明是你们占的，这路又不是你们的。相府白少爷，出了什么事？怎的吵起来的？他们占着中间的道，我也是差点冲撞到了。这不是白丞相家和国舅爷家的马车吗？相府。白子轩，三三，你怎么出来了？哎呀，这是谁家的小姐呀？养得这般水嫩。我瞧那马车上好像刻着白丞相家的标志呢。哎，是不是相府的小姐呀？你们发现没有，那驾马车的侍女模样也漂亮得很。还真是，就连侍女都这般绝色，恐怕也只有这般模样的侍女才配得上这样的小姐了。三小姐，说起来咱们跟这位三小姐也算是有缘呢。我听说上一次也是你把三小姐从斗兽场里救出来的，而后来宋国公又派人来请我过去给三小姐瞧了瞧病，也算是都跟这位白三小姐有点渊源。眼前少年轻轻嗯了一声，而此时他腰间的陨心剑却忽然颤动了起来，剑身泛着光，像是随时呼之欲出。怎么回事？陨心剑的反应怎么如此强烈？不过说起来，这位三小姐着实有些古怪。什么古怪？蔡吉正要说话，却被底下的话给打断了。子轩啊，误会，都是自己人。嘿嘿，原来是你啊，我当是谁呢？三三，这是哥哥的同学，云州侯府小世子。这位妹妹我曾见过。妹妹，别理他，这家伙仗着自己长得漂亮，讨女孩子喜欢，到哪见了小妹妹小姐姐的都得说这句话。哦，原来是个小海王，我真见过。你什么时候见过？云州抿嘴不说话了，总不能说他为了偷看白子轩天天挂在嘴边的妹妹是什么样，去爬了白府的墙吧？三三妹妹，白三三看了一眼云州之后，就被一阵香味吸引了。有什么事吗？这是楼上一位爷让小的带给您的，里边都是我们酒楼的镇楼之宝，冰糖山梨粥、糯米凉糕、香酥烤鸡，还希望三小姐笑纳。谁让你带的？不好意思啊，小的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有位爷这么吩咐。白三三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看着他的蔡吉。蔡吉眼神诧异了一下，旋即笑着冲他拱了拱手，但白三三的目光却看的是蔡吉对面的那个人。白三三收回目光，从腰间把从小挂在腰间的玉佩摘了下来，他在手里掂了一下，旋即掌心一动，那块玉佩在他手中一阵翻转，瞬间被抛向了空中，飞向那集贤楼蔡吉所在的位置。正在蔡吉愣了一下的时候，一只手倏地伸了出来，接住了抛向他的玉佩。这就一个抛一个接住了。白三小姐这么点大，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把那玉佩给扔上来呀？在他还在疑惑的时候，白三三已经回了马车，而白子轩还在看着他们。见到是蔡吉，也只以为送三三吃的人是蔡御医，三三扔玉佩上去也是还礼，所以他冲着蔡吉轻点了一下头，也上了马车。子轩，你走那么急做什么？让我也去你家玩玩呗。云世子若是想来相府，带上拜帖钱去相府便是。4月一声驾，马车便很快离开了这个地方。这子轩以前也不这般，如今还真是把这妹妹护得严实。我不就是想跟三三妹妹亲近一下吗？子轩至于这么警惕？我又不是什么狼豺虎豹，还会吃了他妹妹不成？好像我倒是替你揽下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儿。他知道就行了，你倒是对这三小姐挺上心的呀。可爱，莫非真如市井传言那般，猛男都喜欢可爱的小女孩？对了，我检查过南诏国使者死去的伤势，应该是被兽类所伤的。最古怪的是，那些人除了死状凄惨之外，有的还变成了干尸，面皮发黑，瞳孔涣散，像是被吸了魂。我蔡家先祖不仅仅是医者，也曾是修行者，只是遗传到了我们这一辈，有资质修行的人便越来越少了，只有医术流传了下来。而在他留下的其中一本典籍当中，记载了许多种类型少见的神魔灵凶兽，其中便有过类似的记载。噬魂兽、
不错，就是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把我约出来，便是告诉我这个？哦，南诏国此番前来，若当真是带了噬魂兽，恐怕是会有歹心。这玩意儿很危险，而且吞噬的灵魂越多越强大。虽然先祖在书里只提了寥寥几句，但字里行间也能看出他对此兽畏惧的很。希望是我们猜错了，毕竟那可是上古异种啊。无论是不是，现在他们想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坐在马车内的白三三假寐休息，白子轩也没打扰他，也干脆靠着身后闭眼休息了起来。而此时，一只黑色影子缠上了白三三的脖子，直到当那道黑色影子逐渐幻化成一只小兽趴在三三肩膀上，而小兽似乎方才受到了惊吓，撒娇地蹭着三三的脖子。小魂是噬魂兽，可以无实体地隐藏在人的身体内，所以其实小魂一直都在白三三的身体里。而在刚刚路过那个酒楼的时候，他明显地感觉到了小魂在害怕，那个地方有让他害怕的东西。很快相府就到了。三三，这只小猫是什么时候跑马车上来的？刚刚。这猫的眼神是在嫌弃我。老爷，大小姐和三小姐回来了。出去这么久了才回来，看来大少爷和三小姐又要挨罚了。爹，凭什么白三三就能出去玩那么久，不让我出去？这不公平，不公平！都多大的人了，还这般不懂事瞎胡闹。等太后寿宴一过，便送去书院上学去。白须安招来了管家，去问问他们兄妹俩用过煞美，若是没有，便吩咐那边厨房做些。是，老爷。臣下也有点奇怪，明明老爷应该会教训三小姐才对，怎么好像跟他原本所预想的不太一样？愣着干嘛？臣下跟本小姐走了。是小姐。小姐，您这是做什么？在本小姐身边还敢走神，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吗？再有下次，我就打死你！是二小姐，奴婢知道错了。哼，那个三傻子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哥哥老护着他，那三傻子怎么配得上相府嫡女？明明我才是，我娘亲可是公主，白三三就是没娘的野种，他有什么好啊？主子，方才奴婢见臣下往这边瞧。白三三嗯了一声，回了房间，怀里抱着的小魂也跳了下来，在房间里自顾自地玩耍。四月知道主子似乎并不在意跟臣下有关的事儿，也不再提起。主子，小魂是灵兽吗？不是。他指尖轻轻一动，小魂的背后便忽然出现一道巨大的凶兽阴影，四月都往后退了好几步，额头也出现了金色的鳞片，瞳孔也变成了冰蓝。是凶手，我们角人族最害怕的就是凶手。而小魂也盯着他，碧绿诡谲的眼睛仿佛能随时要将他吞噬掉。白三三轻轻摸了摸小魂的脑袋，小魂这才收敛起了眼里的凶光。蛟灵，主子知道。四月有点诧异，原来你是他的后代。虽然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但小月应该就是那个曾经用自己的蛟灵为自己做过衣裳的鲛人后代。不知道主子在说什么。从小我的父王和母后便告诉我，蛟灵是角人一族的至宝，若非修成退灵术，万万不可暴露在世人面前，否则一旦被人夺去，便会失了性命。但主子是怎么知道的？你可会鲛人一族的修炼方式？奴婢倒是自小听家里人说过，我们族的确有一种不同于大陆普通修行者的修炼方式，但族内有天赋修炼的人并不多，即便是有修炼的，可以因资质不足，没有太高的成就，以至于连修炼方式都逐渐失传了。而自从角国灭国以后，奴婢便四处流浪，好友辗转在人贩子手中，更没有机会去寻这种修炼之法了。无碍，有我。修炼方法他教便是了。几日后，白须安难得的来到了兰心院。原来是你。您找主子有事吗？这丫头怎么没有一点吓人的样子？而且先前还没有察觉，现在仔细打量才发现，这丫头的气度和模样也一点不像下人。三三呢？主子还在睡觉。那你记着告诉三小姐，再过几日便是太后寿辰，文武官员所有家眷都得出席，让她好生准备准备。我给账房打过招呼了，记得去领钱，找裁缝给三小姐做几件好看的衣裳。知道了，等主子醒来，奴婢会告诉她的。我先走了，若是兰心院有什么缺的，直接去找管家便是。是。而在他离开之后，四月往门口的方向看了一眼，旋即转身去了趟厨房。出来的时候，手里已经抱了一大盆水。他走到门口，一盆水就朝着一个方向全泼了出去。用水泼我！四月冷笑了一下，并未说话，转身便朝着兰心院里面走了进去。你给我站住！如今你不是兰心院的人，若再敢往前一步，便别怪我不客气。以前我在这院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有什么好拽的？去，主子在睡觉，最不喜打扰。若是你再过早，我就杀了你。而且主子起床气还重，前几天主子被吵醒了，一挥袖子，四月就被扇飞了出去，连带着屋顶都被削了一大块。今天屋顶才不好，我可不想再次被主子扇飞。以前三小姐可是我伺候的，这贱人神气什么？
他本来是在梅心院陪二小姐的，是夫人听说老爷来了兰心院了，所以让他来探探老爷来做什么。谁知他刚躲在门口想打探一下，就被四月泼了一盆水。以前兰心院我可是想进就进，现在竟然还要被拒之门外，还被四月那个死丫头泼了一盆水。主子，您醒了，是吵醒您了吗？白三三带着点起床气的奶音嗯了一声。方才老爷来过，说再过几日便是太后寿辰，所有大臣都务必要带家眷，是让奴婢给主子准备几身衣裳。寿辰？白三三平了下眉，看向忽然从树上落下的雀儿的尸体，他抬了一下手，小魂立刻从树上窜出来，落在了他的怀里，一脸满足的舔着嘴儿。有的时候小魂会把这些尸体也吃掉，但有的时候却不会吃。主子说小魂只是喜欢吸食他们的精魄，不喜欢吃肉体。白三三指尖捏了个诀，旋即抚了一下袖子，地上干瘪的雀儿尸体立刻化作了灰烬，消散在了空中。以后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干净。小魂立刻用爪子捂住了眼睛，像是做错了事似的，然后跟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太后寿辰与我有何干系？无关，您是相府家眷。哦，好像是这样。原来主子根本没记得自己是相府三小姐。殿下，您若是喜欢，属下命人让将工再给您打造几个过来。从没见过殿下对什么小玩意儿爱不释手过，实在是有些稀奇啊。还是大哥胆儿肥。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本殿喜欢了？话这么多，下去是带黄连治治舌头。我可不想吃黄连，会苦死人的。在距离上京100里之外的丹丘森林中，我记得有独角乌烟兽出没。是，殿下，但独角乌烟兽很罕见，攻击力极强，是6阶魔兽，而且丹丘森林很危险，通常如果是非修行者的话，进去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出来的。据说独角乌烟兽的骨头很漂亮，倒是很适合做这些小玩意儿。那丫头身上少了点东西，怎么都感觉怪怪的。既然她把自己腰间的挂坠送给了我也得还个礼才是。殿下是在打独角乌烟兽骨头的主意，我们是不是想错了？这魔兽可是6阶呀，连修行者都不敢打这魔兽的主意，更别说杀了取骨了。更何况那丹丘森林离上京还有100里之远。不过好像放在我们殿下身上也没什么是不能办到的，真是奇怪了，殿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些小玩意儿的？几日后，很快便到了太后寿宴这一日。你们2个给娘亲听好了，今天进宫都好好表现表现，一定要听话。平日里嬷嬷怎么教你们的都记住了，一定要讨得陛下、舅舅和太后的欢心，知道吗？知道了，娘亲。只有得到皇兄和母后的宠爱，以后不仅我的地位会高，2个女儿未来的夫婿家也不会差。我要让宋小慈知道，她不但死了，什么都没法和我争了，就连一双儿女都不如我的孩子。时辰不早了，该进宫了。女儿家的总要梳洗打扮的嘛。三儿怎么还没出来？看来这三儿也知道好好打扮打扮呢。那便再等等吧。老爷，您刚刚不是还说时辰不早了吗？明明方才老爷就是等得不耐烦了，为何现在又愿意等白三三了？是啊，小孩子嘛，多等一下也无妨。爹爹说的对，老爷最近这是怎么了？难道被白三三那小贱人给蛊惑了？肯定还是因为白三三的脸太像他娘亲了，否则老爷怎么会无缘无故突然这么宠他？等了一会儿之后，白三三身后才跟着四月走了出来。三三，你终于出来了。奇了怪了，怎么觉得三儿看上去比双儿、雨儿要讨人喜欢的多啊？四月不是说了吗？让你拿银子去找裁缝给三小姐做几件新衣裳吗？主子吩咐去买集贤楼的点心了。这集贤楼的点心随便一份也得好几两银子吧，随随便便拿做衣裳的钱去买这么贵的点心，白三三你下次让管家叫账房多支点银子。集贤楼的点心可不便宜啊，衣裳还得做，不能光吃东西不要衣裳了，这像什么话？好，好像听上去好像很凶的样子，可怎么觉得爹爹是在宠着三三？是我的错觉？好了，都快上马车吧，时辰不早了。子轩，快带着妹妹过来，准备进宫了。三三，我们过去吧。子轩，你带着妹妹也不走快一点，这可是宫宴，去慢了，若是皇上怪罪下来，牵连的可是相府。知道了。三儿身子小，走得慢了些，也是正常的。急什么？反正距离开席还有一会儿。老爷，这可是宫宴，去早了总比去晚了好。我许久没见娘家人了，您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和2个女儿的感受吗？子轩，带妹妹走快一点。知道了，爹爹，放心吧，我和三三在一起，你们走你们的，我会照顾好妹妹的。咱们先走吧。平阳脸色并不好看，但还是点头。夏朝可是咱们九州大陆最大的国家之一，自然宫殿也十分宏伟，这还只是外边呢，里面还有上百座殿宇，宫墙楼阙都是以白色为主。等到冬天的时候啊，大雪一落下来，整个皇宫便是一片的银白。不过冬日的时候便会亮起许多的红灯笼，为人引路。据说天启国的宫殿便跟夏朝完全不一样，若是有机会，哥哥带你去天启瞧瞧去。听到天启国，四月的身子微微的颤了一下，眼底也隐去了一丝蓝光。天启，三三还小，等你以后长大了，
哥哥再告诉你关于这个大陆上国家的事，现在说了你也听不懂。白三三嗯了一声，听不懂不听也罢。走到前面快要进店的白丞相一家，正好和侯府撞上了。丞相大人，才多久不见，小世子已经出落得这般一表人才了。丞相夫人一段时日不见，确实比之前更年轻漂亮，让云州都差点认不出了。这孩子可真是会说话，小嘴就跟抹了蜜似的。这孩子就会油嘴滑舌，就这德行，公主莫要见怪啊！我儿子什么德行我可清楚，这臭小子连白丞相的夫人都有胆子调戏上了。这应该就是紫萱的妹妹吧？可怎么没见着三三？这是双儿，快来见过世子哥哥。世子哥哥，双儿妹妹，双儿妹妹真是随了白夫人的美貌，年纪小小便出落得这般漂亮。你这孩子，世子哥哥夸我漂亮呢，是不是喜欢我呀？紫萱呢？她刚问出口，便看到了是后边慢慢走来的白紫萱和白三三。三妹妹，紫萱、三三，过来见过侯爷和小世子。侯爷，小世子，不是说相府三小姐是个痴傻儿吗？以前也从来没见过白丞相带出来过，今儿怎么把这孩子带出来了？看着是有那么一点呆，但也不至于到以前传说中那地步啊！而且这模样看起来挺讨喜欢的，让人一见就喜欢的紧啊！自己又不是没有妹妹，怎么老盯着别人家妹妹瞧啊？我哪有这么乖巧可爱的妹妹？白三三就是个傻子，哪里好了？双儿怎么说话呢？本来就是嘛，白三三就是个傻子。孩子都口无遮拦，让侯爷见笑了。你说谁傻？除了你还有谁？你打我！你打我！娘亲，他打我！毕竟这是人家的家事，所以云侯爷带着云州打了个招呼，就率先离开。三三，白三三，你竟然打你姐姐，这可是在皇宫里！李嬷嬷，给我张嘴，打死这个不懂规矩的死丫头！住手！既然知道是在宫里，就少生事端。周围这么多人，想让人看笑话吗？可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打了双儿，这样的孽女不严加管教，只会越来越无法无天。你不让人打，我来打。我打他，因为他该打，他该打，是因为你管教无方，所以他挨打，是因为你，所以是你该打。若是你想，我也可以打你一顿，让你好好反省反省。平阳公主被白三三的话给堵着，气在了原地。三三怎么说话呢？打你不道的东西，我今天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什么事让丞相夫人这么大的火气？不过是管教不孝之女罢了，惊扰到殿下了。管教子女在家便可，在宫中管教，丞相夫人未免有点失礼了。是臣看管不当，不过是点家事，若是惊扰到殿下，臣以及夫人这便向殿下赔罪。赔罪倒是不必，今日除了宴请南诏国之外，还是太后的寿宴，是个喜庆日子。若是在这样的大日子上做出什么失礼失格之事，我想后果不需要本殿多言吧。多谢殿下提醒，时辰不早了，臣就先带家眷们进去了。等等，既然你们跟三小姐相处不太愉快，那就让本殿带她进去吧。这殿下不太合适吧？三儿脾气不好，脑子也有点不好使，万一惹得殿下不高兴了，殿下一生气把他给打了怎么办？怎么有本殿照看，丞相大人莫不是不放心？启禀殿下，臣并非不信任殿下，而是三三还小，离了熟悉的人，臣担心他会不适应。若是三三不愿，乖乖过来。平阳公主脸色沉郁，怎么就连战王都这么哄着这个死丫头？过来做什么？有好吃的好玩的。白三三盯着那边，终于挪动了小步子，往萧杰那边走了过去。三三，丞相大人放心，三小姐由我家殿下照顾，如今时辰也不早了，丞相大人作为文臣之首，也该入席了。丞相大人，陛下找您呢。那就有劳殿下照顾三三了。是你？三三不记得我了？记得，因为很丑。殿下还是第一次被人当面说丑。小丫头也觉得我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主动想要在别人面前脱下面具的冲动。莫要自卑，好看的大多千篇一律，丑的却能万里挑一，丑的别致也挺好呢。三小姐这话是在夸人吗？萧杰深吸了一口气，才压下被仙仙嫌丑的郁闷。方才他们可有欺负你？没有人能欺负我。若是有人欺负了你，你就告诉我。好。乖。白三三动了一下腿，想下去，毕竟这般随便被人抱抱，始终有辱他的威严。稍后三三可与我同坐。有好吃的，比上一次集贤楼的点心还要好吃呢。白三三不动了。
算了，威严下次再说吧，反正他抱着也舒服。小姐抱着白三三，身子轻轻一动，便飞向了一处宫殿的屋檐上。都说大夏乃九州盛世，有明君，有战王，有安分守己的百姓，一片歌舞便可听出来太平安乐。三三，你听出来了吗？盛极而衰，从上到下，从有到无，从来都是一个不可违抗的定律。繁华散尽，岁月变迁，也许若干年后，这里也只不过是一抔黄土。萧杰听到这句话时有点诧异，他惊讶于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三三很孤独。何为孤独？何为孤独？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那把剑，刚说便察觉到自己的脚踝上被套上了什么东西，是一串洁白的玉骨铰链铃铛。他又瞧着萧杰往他腰间系上了一串被雕刻成小兔子的吊坠佩环。兽骨。那这样便不会总觉得你身上差点什么东西了。喜欢吗？三三刚刚是想问我什么？你的剑。他想知道这把剑的来历，这样才好回了他。允星，三三可是怕这把剑。不怕。小姐忽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笑什么？开心。太后寿辰按规定不能携兵刃进入，允星剑自然是不能被他携带在身上，只不过允星并非凡品，可以藏在他的身体当中，所以才会看不到。而现在他体内的允星却反应很强烈。难道允星的反应跟小丫头有关？好像。奇怪，三妹妹呢？白子轩都在那儿呢，怎么三妹妹不见了？周儿还在看相府那三妹妹呢。爹爹，您怎么就没给我生个这么好玩的妹妹呢？还好玩呢？你知道白丞相因为生了个傻女儿被多少大臣笑话吗？可我看三妹妹一点都不傻。你见有哪个傻子是把傻字写在脸上的？爹，这话听着好像不太对味儿啊。奇怪，爹怎么没有看到三三啊？该不会是他们不让三三来吧？应该不会，三三再怎么说也是相府三小姐，在这种场合陛下下了命令的情况下，白旭安不会违抗圣旨。他是不会反抗，谁知道那个公主会不会搞什么幺蛾子？当年这公主就喜欢给小妹使绊子，谁知道会不会欺负小三儿？还好娘今日身体不适没来，娘要是知道三儿遭了罪，才不管公主不公主的，怕是要提刀就上去问罪了。如果三儿当真是遭了罪，我这个当舅舅的就算卸去这身官职，也得给三儿出口恶气。听到这3个儿子的对话，宋国公面色也有点凝沉，看向眼前白旭安的眼神都变得凶狠了起来。我怎的又招惹到岳父大人了？母后，您看战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来，当真是有点不懂礼数，不把我们皇家放在眼里了。战王事务繁忙，又常年身体不适，来晚些也情有可原。这孩子呀，本就无父无母的，自然也没怎么学礼数。他既是皇帝的义子，也便是你的义子。若你觉得他不懂规矩，那你便尽一尽你为母的职责，多教教他规矩。南诏使臣觐见。下官上官岑见过陛下。陛下万岁。下官代表南诏国恭祝夏朝上国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太后娘娘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诸位不必多礼，南诏国与我夏朝之间路途遥远，想来诸位一路也是舟车劳顿，奔波辛苦。今日正好是母后寿辰，也顺便为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客接风洗尘。来人，接待南诏使臣的贵客们落座，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欣赏欣赏我夏朝的歌舞美酒佳肴。战王殿下到。陛下，皇上，你快让战王把这孩子放下来。你瞧瞧那孩子多小，多弱不禁风啊！这战王平日里打打杀杀的，要是把这孩子摔着磕着了怎么办？子期，这是回陛下，这是臣的三女儿白三三，方才来时恰巧碰到战王殿下，殿下与三三有缘，便暂时让殿下照顾了。丞相所言极是，这便是你上回从斗兽场里救下来的丞相家的三小姐。这么点半大的孩子，抱着会不会不太合适？孩子都踢着网了，必然是不喜欢。太后的眼神怎么看上去有点嫌弃我？好了，快别站着了，快落座吧。是，陛下。白三三正打算坐下来，却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看向了南诏使臣的方向，体内的小魂不安分的有着动静，因为那个人身上依然还残留噬魂兽的气息。这个小女娃就是那天出现夺走我饲养噬魂兽的高人，但这丫头怎么看都不像是拥有一身修为的样子，而且丝毫看不出来这丫头是有修为之人。怎么了？那个人不是好人啊！三三与那人见过？遇到过。三三莫不是从那人身上拿走了什么东西？算是吧。原来南诏国要找的人竟然是三三，少喝点。母后，这相府三小姐真是一点规矩都没有，不上前行礼便罢了，如今众亲家都还未开席，她倒好，却是先吃了。您瞧瞧咱们皇家的公主，有哪个这般的？皇后啊，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份，你乃一国之母，气量怎可如此之小？
丞相家小三脑子不好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跟一个脑子不好使的孩子计较些什么？这孩子怎么跟宋小子那个红妹子长得那般相似？你吃，否则浪费了。殿下竟然吃三小姐吃剩下的。战王兄，这位白家三小姐，不知可否也让我认识认识啊？你认识做什么？三妹妹，看看喜欢吗？若是喜欢，我便将她送与你，可好啊？去把哀家宫里好玩的小物件挑进来，记得挑小女孩喜欢的。是，太后娘娘。三三若是喜欢，明日我便让安中送10块到你府上去。她的玉佩没有你的好。的确没有我的好。三妹妹，那你喜欢这个吗？太子在做什么？他随身物品能随意送人的吗？小姐眼底的冷意微深，太子殿下立刻把扳指收了回去，但为了挽回面子，还是含笑说了句：三妹妹喜欢什么不用客气，日后若是有机会，直接告诉本宫便是。不会有机会的。战王兄怎么老是针对我？我不就是也想宠一宠白家小三吗？也好与相府、国公府以及战王兄拉近一点关系，怎么感觉反而把关系也拉远了？丫头小小的，单纯又好骗，还总是有这种人想方设法的诱骗三三。这三三以后会不会被别人给拐走了？启禀陛下，这次我南诏出使，恰逢赶上太后娘娘寿辰，为太后娘娘贺寿，我等也为太后娘娘准备了一份贺礼，还希望陛下娘娘喜欢。哦，什么贺礼？上官岑笑了笑，拍了拍手，一众衣着暴露的舞姬们轻盈地飞入了大殿。漂亮小姐姐，哎，非礼勿视。好看。这小丫头该不会是喝醉了吧？一阵悠扬的琴声也响了起来。上官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手指拨动琴弦的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乖乖，把耳朵捂上。同时，萧杰用自己的灵力封住了三三的感官，而此时整个大殿内除了萧杰这一桌，几乎其他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出现了异样，像是有些呆滞，眼神也变得毫无焦距。同时，无数道黑色的虚影从上官岑的琴中飞了出来，很快便充斥整个大殿，如鬼魅一般四处飞散。这些残影是魂魄，这个人豢养过噬魂兽，否则无法释放出这么多怨念如此深重的残魂。吵死了！一道黑色的影子从白三三的身体里飞了出来，就像是一道黑色闪电扑向了空中。琴弦断裂，上官岑脸色骤变，一口鲜血上涌。正打算动手的萧杰神色也凛了起来，从身边三三身上迸发出的强大威压，让他身上也顷刻爬起了一股寒意。他张开巨口，立刻将所有的黑色黑影全部都吞噬进了自己的口中。此时整个大殿内的人脸上黑气散去，全部都恢复了正常，都只是当自己打了会儿盹儿，根本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莫非那噬魂兽在三三的身体内？若真是如此，那小丫头岂不是有危险？难怪云星在见到小丫头的时候每一次都会发出反应，原来是因为噬魂兽的存在。等会儿走的时候记得把这几样糕点多打包一份。是，殿下。刚刚朕好像晕了一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看到啊？臣妾方才似乎也有点头晕，应当是饮酒多了点儿，所以才会晕这么一下吧。白家小三儿怎的睡着了？会不会生病呢？原本我还想把白小三儿叫到自己身边来坐坐，陪自己说说话的，怎么就睡着了呢？母后，这白家三是个小傻子，您刚刚不也见了吗？这丫头什么规矩都不懂，还呆呆愣愣的。您看，如今又在这种场合下睡着了。哀家见这小三儿灵气得很，小孩子家的，坐不住睡觉了多正常。你呀，作为一个皇后，大度点儿，总跟一个孩子计较个什么劲儿？我怎么记得自己小时候，若是在这种场合下走神，亦或是做别的事，睡觉什么的，都是会被母后打一顿的。怎的到白家小三这儿就正常了呢？夏帝这下看向白三三那边的眼神也开始有点酸溜溜的了。现在我总算是知道了，在母后面前就不能说白家小三儿的不好，说了就挨骂。这相府的死丫头给母后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了？好，没想到小小年纪便有这般技艺，着实让朕大开眼界啊！启禀下朝陛下，这位正是我南诏五公主玉竹殿下。我南诏陛下素来崇慕夏朝的风土人情、礼仪文教，所以希望五公主能够在夏朝上国多留几年，在上国多浸染一下人文礼教。不过，若是陛下有意，五公主也可永久留在夏朝，如此能让两国邦更长久稳固。这意思不就是要把这位五公主留在夏国的意思吗？要么当质子，作为他们想要建交的诚意，要么将她留给陛下，以联姻来作为建交的桥梁。上官岑其实一直在忍着自己的不适，他能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就在周围，而且就是从战王那个方向发出来的。难道说在刚刚我弹琴的时候，我所做的事战王是知道的？他根本没有被我琴声所影响。抬起头来，玉竹公主这才缓缓抬起头。战王殿下觉得玉竹公主如何？不如何。
正好子期年纪也不小了，也是时候该成家了。今日恰逢太后寿宴，诸位官员们又都带上了自己的家眷，各位千金小姐也都出自名门，若是有合适的，那便正好双喜临门，朕一起替你把婚给赐了，不知母后以为如何？皇上所言甚是，今日的确是个不错的日子，又刚好各位大臣们的千金都在场，若是能相上一门亲事，也是极好的。爹爹，能让陛下给我赐婚吗？呸！你这小子赐什么婚？没个正经的。等你当真好好看上了哪家姑娘再说。也不知道三妹妹长大了是什么样。陛下的好意，臣心领了，但臣现在只想一心的效忠陛下，暂不考虑婚姻之事。臣身体不适，太后贺礼已让安永送上，臣便先行告退了。这子期还是先留下来看看。不必了。话落，他看了一眼上官岑，警告性的意味十分明显，眨眼便消失在了殿外的夜空中。战王就这么把我们家的三抱走了？哎呀，这小子又跑了。那日抢走我噬魂兽的家伙就是那个小女孩，而且看样子那噬魂兽应当就在那小女孩体内，但目前战王跟她一起，我也不好下手啊，只能再寻时机。皇嫂，您看双儿也8岁了，再过几年也便到了议亲的年纪，我这2个女儿的婚事啊，便是我最操心的，还希望皇嫂能帮衬帮衬，让双儿和雨儿都能娶上一个好人家。这是自然，双儿和雨儿是皇妹的女儿，再怎么说也算是皇室的子嗣，本宫与陛下自当照拂。难怪今儿平阳对我这么殷勤呢，原来是为了2个女儿的亲事。不过本宫见你们那白家小三儿倒是厉害的很，一句话不说便让太后喜欢的不得了，不仅战王殿下护着，就连太后娘娘都护着。妹妹有没有觉得这般像是灌了迷魂汤的手腕跟她娘亲倒是像得很？平阳，你说是吗？不过是个没娘教没规矩的丫头，也就趁着小时候讨喜罢了。总之嫂嫂也是担心你，毕竟嫂嫂知道你心仪白丞相，当初也是求着太后娘娘让陛下赐的婚，可这白丞相心里啊，始终都只有那宋小慈，这白小三儿又是宋小慈的女儿，白家嫡女，以后这白家家宅呀，到底是谁说了算？双儿雨儿嫁人呐，到底怎么嫁？嫁给谁？怕是都要被这白小三儿给压着一头了。平阳虽然知道皇后还有别的心思，可这话确实还是打压到了他的心里，目光也变得冷冽了起来。醒了？白三三仰起头，便看到一张英俊非凡的脸。乖乖，我丑吗？不丑。我们之间的秘密不要告诉别人。好。笑起来很好看。他还想再笑一下，但怎么都感觉不太自然，面部都差点抽抽了。你的脸怎么了？刚刚有蚊子。白三三奇怪地看了他一下，也没说什么，抿了抿嘴儿，嗓子有点干。是渴了吗？乖乖，等我一会儿。他要去哪儿？就在这时，四月也一个飞身上了屋顶。主子，同时一道黑影从三三身体里窜了出来。咦，小魂好像进阶了，而且还长大了。同时三三也察觉到了自己身体有点不太对劲儿，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比之前好像也轻盈了一点，而且虽然他不记得了，但隐约有感觉，在他醉酒睡着的时候，他身体里有一股力量在源源不断地涌出。主子，怎么了？原来是这样。他好像记得他虽然喜欢喝酒，但却是不能喝醉的，喝醉了就容易出事儿。他醉酒的时候容易不省人事，而且那个时候修为会暴增，然后总会做点什么，俗称撒酒疯。小魂和白三三同时看向了其中一个方向，白三三平了平眉，身子一动便直接朝那个方向飞了过去。主子，四月也飞身跟了上去。夜幕之下，一道惨叫声响起，腋下的男人手中凝聚着一股真气，正在吸食着地上那人的魂魄。就在此时，一道白色的身影落在了他身后，而他刚察觉转身，便被一阵强大的气劲给击飞了出去。是你？是噬魂兽，果然是我的噬魂兽。回来，你是我的。但小魂并没有理他，而是趴在白三三的肩膀上，冲着他凶狠地露出了牙齿，目露凶光。臭丫头，把我的噬魂兽还给我！他原本打算在用下地喂养噬魂兽，自己修为大增之后，一举拿下夏朝。到那时，南诏也不过尔尔。可在抵达夏朝上京途中，噬魂兽却突然暴走，并吃掉了随行的侍卫。那些侍卫他本来带的就多，就是为了能够在途中有足够的人来喂养噬魂兽。刚才在大殿上，迫于夏朝朝廷和战王，我才有所顾虑。但如今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我就不会再放过你们了。白痴！白痴！而与此同时，上官岑的身体猛地抱起，朝白三三射了过去。小魂！白三三轻喊了一声，他还想用自己的术法控制小魂。该死！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你用了什么办法控制了他？白三三没有说话，平静地看着他。你是我的，是我养着你的，你不能杀了我，你不能反噬我，回到这里来。可回答他的只是空中巨兽幻影的一声雷鸣般的嘶吼。是你！顿时五指屈爪，便袭向了白三三的喉咙。他痛苦无比的在地上滚来滚去，根本没有办法去施展术法，更是难以置信的看着白三三。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什么人？噬魂兽从他身上掠过，直接在他肚子上撕开一个血洞。此时四月正好赶到，却没有上前。竟然是他！白三三脚步缓缓地往前走近，随着他的动作，脚腕上的铃铛也发出一阵好听清明的声响。歪门邪道虽也是修炼之道，可并非所有人都理所应当成为你的垫脚石。有的人不该死，有的人不该因你而死。修行的道便决定你会走向哪条路，虽殊途同归，却会结不同的果。恶因便有恶果。这个女娲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噬魂兽也不是普通人能控制得了的，即便是修行者都不见得能够驾驭。他到底是什么人？天上忽然降下一道雷鸣闪电，在他眼前劈开了一阵火花。白三三看着眼前被一道闪电劈成了人干儿的上官岑，眨了下眼睛，然后抬头看向了天。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突然劈下一道闪电？真倒霉。三三，上官岑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了？三三，他被劈了。上官岑想杀三三，然后被雷劈死了。他蹲下身子，才与三三齐高，目光深沉地看着他。你可有感到身体不适啊？挺好。小丫头身上莫非还有一些我难以察觉到的本事，所以才能让噬魂兽这般安分地待在体内？乖乖别动。白三三眉心轻平，眼睛一眨不眨地好奇看着他。很快他的额头便感觉到了一股暖流的注入。你在做什么？我只是担心他会伤害你。小丫头这是不相信我。他不会。夜晚湿凉，此处也不是久留之地，我先送你回家。目前看来，噬魂兽是能够和三三和平共处的，而且三三也是知道噬魂兽的存在，还有可能能够命令他。再加上有我看着，丫头应当不会有什么危险。至于别的什么，日后我护着这孩子便是了。小杰抱着怀里的小家伙，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脚尖一点，便朝相府的方向飞了过去。四月也立刻飞身追上，只是战王殿下飞得太快了，他跟不上。他皱眉，这战王怎么老抱着主子飞来飞去的，把主子当挂件吗？这上官大人怎的就被劈死了呢？陛下，南诏来一趟上京，事端生的这般多，会不会……这也正是朕所担心的。现在朕倒是犯愁，若是南诏问责，还不好解释啊。南诏想与我夏朝建交，以打消天启对他的虎视眈眈，还想要从夏朝这里得到盟国所享有的好处，不惜送来自己的公主当作媒介和人质，以表诚心。此举倒是用心良苦啊。陛下，战王殿下方才派人送来书信。将书信拿来。在下帝拆开看了之后，立刻出现了一丝怒容。好你个上官岑，竟然有如此歹心！陛下息怒，传朕口谕，命司礼监修书一封，送往南诏国主手中。是，陛下。那上官岑当真有如此本事？我查过上官岑的身份了，无门无事。在1年前，因为救了南诏国主的命，被南诏国主赏识，走上了仕途，并且节节高升。估计是一门心思走外路的散修修行者。从南诏回来的探子汇报，南诏国主只想与夏朝成为盟国，并愿意以陈国的身份趋于夏朝之下，打消天启想要征战的心思。所以他应当并不清楚上官岑在宫宴上做的事。那他的身上真的有噬魂兽？他的修为不高，应当是在明窍初期。若是得到了噬魂兽的话，那么便是在噬魂兽在出世的时候捡了一个便宜。那噬魂兽现在在哪儿？小姐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殿下知道，但殿下不跟我说。我懂。那如此说来，这上官岑倒是罪有应得了。哎，对了，公主那边怎么办？我瞧殿下很是喜欢的南诏公主殿下，要不是你那日跑得快，恐怕都要当场给你赐婚了。陛下若是喜欢，陛下娶了便是。那玉珠公主的年纪比起你来倒是差不了几岁，放2年便可以成亲了。陛下如今可都是紧着你的婚事，哪会考虑到后宫啊？不过那日在你走了之后，陛下倒是询问了好几家的千金，都让司礼监记着呢。难得文武百官所有的家眷千金们都在，也顺便为太子殿下和几位皇子过眼了。不得不说，陛下此举还真是英明，总归日后有一部分的千金小姐会成为皇家的人。玉竹公主作为南诏的诚意，必然会继续留在夏朝，以陛下的性子，应当会将玉竹放在宫里，与皇子公主们做个玩伴，等到合适的时机便会放她回南诏。
你怎么会如此清楚陛下的想法？当一只蚂蚁爬到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放下来呗，放在地上，或者弹飞它，让它自生自灭。那为什么你不是捏死它？那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自然就会这么做了。为什么要捏死它呢？那是因为你足够强大，你有足够的能力去决定他的生死，而他对你毫无威胁，所以你也不会放低人的尊严去与他计较。原来如此啊，受教了。而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毁灭一件事物很容易，所以当你没有毁灭的时候，便如这天以万物为刍狗，却以仁者自居，妄度世间苦恶。采集闻言思虑了片刻，也抬起了头看向了天上。殿下年纪并不大，可怎么听上去仿佛像是能跟天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一般。大人，您要的东西。多谢。这是回殿下，这是兽奶，是一种叫做三角牛的灵兽所产。这种灵兽所产的奶入口极为香醇，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饮用。若是小孩经常饮用，还能增强体质，快点长高呢。这一次我也带了一些，特意来给您尝尝。你说若是小孩子经常饮用，不但能够增强体质，还能早日长高。是如此，不错。我们家族便有小孩饮用兽奶的习俗。你家里还有多少？没多少了。前些日子想起来，便去灵兽市场买了一点回来。好在三角牛不过是1级灵兽，算不得什么罕见的灵兽，而且没什么攻击性，所以无论是想买来灵兽还是买奶，都十分方便。暗中，殿下，去灵兽市场买2只能产奶的三角牛回来，放在后院养着。是，少爷。这奶你别喝了，大把年纪喝了也无用。我怎么就大把年纪了？我才及官呢，也就比殿下大几岁罢了呀。殿下，您该不会是想给相府三小姐送过去吧？是又如何？三小姐年纪小，如今这年纪喝着奶确实合适。而且我瞧三小姐个子又小小的，又娇弱，估摸着之前有点营养不良，正好需要多喝奶补补身子。殿下，本王疼她。想说什么说便是。主子，为什么那个人会被雷电劈死啊？因为天上有积雨云在放电。放电？主子的意思是云在放电的意思吗？还是主子自己放的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命吧。虽然我知道主子不是普通的小孩，但这副模样太可爱了。虽然主子很正经，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笑。妹妹，三三，爹爹同意让你去书院上课了。妹妹，你可是相府里最小年纪就上书院的呢，白双儿都是8岁了，爹爹才让他同你一起去上学。是啊，爹爹说了，让你跟白双儿一起去白鹤书院上学去。你们跟几位公主皇子都是同一个父子教呢，整个朝廷上下也就只有咱们相府和国公府以及几个皇亲国戚的世子郡主们能在同一个书院进学。虽然哥哥跟你不是同一个父子所教，但都在同一个书院，以后在书院里哥哥也能照顾点你。三三对上学倒也不抗拒，反正暂时他也不打算去哪，目前这个身子还需要养养，跟自己的魂魄神识融合，日后才能打更厉害的架。这是什么？还怪好看的，三三新买的吗？他还注意到三三脚踝上似乎也系着一串小铃铛，别人送的。这个别人是谁？竟然送妹妹贴身的小物品，莫非对妹妹有不轨之心？该死，三三这么小就敢打主意，当我这个哥哥是死的吗？别人是谁？男的还是女的？白三三小嘴动了一下，想不起来那人叫什么名字。一个男的。妹妹，哥哥给你买好的，不要他的，好不好？哥哥给三三买好的，三三乖，不要外人的。赠人之物不可转移。三三说的对，是哥哥错了，三三留着吧。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就在这个时候，相府里也来了宫里的人。福公公，这是丞相夫人，咱家今儿是奉陛下和太后娘娘的命前来送东西的。这些是太后娘娘特意让人挑选送给相府三小姐白三三的小物件。太后娘娘说了，瞧宫宴上三小姐喜欢，便命人挑拣了几样。几样？这一箱则是陛下送的，三小姐福气泽厚，深得太后娘娘喜欢，更别说三小姐独得战王殿下的喜欢。丞相应该明白，战王殿下喜欢，那陛下也便喜欢。所以呀，丞相大人或是丞相夫人，若是有机会进了宫，便可将三小姐一起带上，去永和宫走动走动，你家祖坟冒了青烟了。三小姐以后就是皇家宠儿。福公公说完，便带着人离开了丞相府。没想到三三进一趟皇宫，便带回来这么多东西。母后倒是一碗水也不端平了，赏赐小三儿东西，却不给自己的亲外孙女赏赐，果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就连皇家也是如此。
胡闹，怎可对太后娘娘不敬？太后娘娘更喜欢谁就偏爱谁，不也是应该的吗？三儿讨喜，所以太后娘娘才会多疼宠一点。若是双儿、雨儿讨得太后喜欢，那就轮不到三三了。那老爷的意思是，双儿和雨儿不讨喜了？以前老爷还是很疼双儿、雨儿的，现在倒是偏爱着脑子不好的三儿那丫头。到底是被三儿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你一天想什么啊？怎的心思这般重啊？我怎么就惯着三儿了？三三没娘亲，这几年我也没关心她，可比不上双儿、雨儿，有你在身边疼爱。如今我关心三三怎么了？三三也是我闺女，难不成我还厚此薄彼不成？再说如今双儿和雨儿有多任性，你也不看看。看看三儿，虽然脑子不好使，但多乖巧文静，不吵不闹的。听到这话，他轻咬着下唇，眼角发热，神色委屈，隐忍着不说话。好了，这些赏赐的物件也给双儿和雨儿分一点过去。三三没娘亲，你也别光看着双儿和雨儿，也多关心一下三三。知道了，老爷。为什么是白三三？怎么什么好处都让白三三给占了？他一个傻子到底哪儿好了？竟然还能讨得母后的喜欢？宋小慈啊，宋小慈，你的女儿就是个傻子！我的那对女儿有哪点不比你的女儿好？凭什么都冲着那个死丫头？怎么有股奶味儿？莫非主子是在喝奶？主子，小玉要喝奶奶吗？奴婢不喝。原来主子真的在喝奶。主子，这奶，刚刚有人送来的，这奶很好喝。有人送来的？四月想起刚刚在回相府的途中，倒是见到了之前跟在过战王殿下身边的人。莫非是战王殿下送来的？这战王殿下也不知道打的什么心思，总是给主子献殷勤。主子刚买回来的，还热乎着。四月走上前，把点心一点一点地摆出来。主子，小魂日后能说话吗？会的。小魂如今还是出世不久的幼兽期，混沌未开，一切行为皆是本能。再过一段时日，等到灵智全开，方能口吐人言。原来如此。近日修炼之中，可有不懂之处？回主子，奴婢不懂的地方都已经积存好了，等着一起问您。那便好。毕竟活得久了，知道的东西多一点也是正常的嘛。白三三虽然记性不是很好，对以前发生过的事记得不是很清楚，但对这些修炼功法却是记得很清楚的。殿下，奶已经送到三小姐手中。小丫头喜欢吗？属下回来时找相府的人打听过，说三小姐正抱着奶葫芦喝呢，估摸着三小姐应当是喜欢的。抱着奶葫芦喝？是啊，三小姐大概是手小吧，所以只能两手抱着。以后每一天都给三小姐送新鲜的奶过去。是，殿下。为什么三三会不喜欢允星呢？难道允星和他之前有什么特殊的联系不成？丞相府的梅心院，此时正响起一阵又一阵砸东西的声音。白三三，白三三，这死丫头到底有哪里好？也不知道使了什么妖法，一个两个的都冲着她。一个傻子也能当相府嫡女，我一个公主生的女儿，竟然只能当庶女，想让我女儿一辈子都被那个傻子压着一头，做梦！夫人消消气儿，三小姐即便是嫡女又怎么样，还不是个傻子。夫人您想，以后谁家的公子能看得上一个傻子？现在孩子还小，所以傻乎乎的他们也不计较。您想，若是白三三再大点儿，还是个傻子，那岂不是招人烦吗？可我却瞧着这死丫头，现在可不像以前那副傻样了。皇后说的对，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丫头一旦真的不傻了，日后什么都压了双儿和雨儿一头，就连亲事都得选她挑剩下的。夫人，有一句话老奴不知该不该说。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什么该说不该说？夫人，三小姐既然以前是傻子，那为什么以后就不能是傻子呢？就算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是。李嬷嬷说的不错，废而无用，惹人厌烦，就如同白三三以前一样，就连老爷都不愿意多看她一眼。可自从她好了以后，就开始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所以只要让白三三变得跟从前一样，就不会有人再喜欢她了。娘亲，娘亲，鱼儿把我的胭脂给弄坏了，我要买新的。姐姐打我！谁让你偷我的东西用的？雨儿还小，你打她做什么？不许哭了，再哭就出去。娘，我要新胭脂，雨儿都给我弄坏了，我要新的。好好好，等会儿就让下人去给你买个新的。我也要，姐姐有的我也要有。娘亲偏心。怎么跟娘亲说话呢？李嬷嬷，让下人给雨儿也买一个。娘亲，院子里放着的那些箱子是做什么的？都是太后祖母赏赐给你们的，等会儿娘亲就让人把东西抬进来。真的吗？是太后祖母赏赐给我们的？好哎。是啊，等会儿喜欢什么自己去挑便是。陛下，赏赐给丞相家三小姐的礼物已经送到白家府上了。可有见到那三丫头？回太后娘娘，
奴才送过去的时候，是丞相大人和丞相夫人出来迎接的。三小姐据说在院子里，奴才没有瞧见。那哀家岂不是不知道三丫头到底喜不喜欢，高不高兴了？这白家三小姐还没跟母后说上话呢，母后便这般喜欢白家三小姐了，端的是赏赐好些宝贝啊。这孩子哀家瞧着便讨喜，多干净啊，就像是一朵干干净净的小花一样。而且白小三从小便没娘亲，也着实是命苦，所以哀家便心生了怜爱之心。母后宅心仁厚，是心疼这孩子命苦了。说起来，子期对这孩子也宠得很呐，若不是这孩子年纪太小，朕就把白家三小姐指给他了。子期那性子又是个习武之人，那白白嫩嫩的小丫头，怕是被他磕碰一下都得受伤，哪儿还能在一起？哀家坚决不同意。小丫头也是会长大的嘛，等长成大丫头不就嫁人了？再说朕看子期别说磕碰的丫头了，就连大声说话都舍不得呀。母后放心，这孩子无论是否痴傻，朕都不会亏着他的。依哀家看，你是因为宋小慈那丫头吧？夏帝神色怅然，没说话。虽然哀家也没跟这孩子接触，但一瞧见他也喜欢得紧。兴许哀家与这孩子也是有缘吧。既这小丫头已经准备同几位公主皇子一起入学，若是有时间，便能让这孩子也来宫中走动走动吧。是，母后，这是今儿战王殿下送来的，让转交给三小姐。主子的确是很喜欢喝奶的，不止主子喜欢喝，小文也喜欢。我试过这个味儿，我不喜欢。四月姑娘啊，这2天三小姐怎么样啊？挺好的。前日啊，宫里来人了，陛下和太后娘娘给三小姐赏赐了好些东西，姑娘知道吧？知道，不是送了点吃食过来吗？啊，只有吃食吗？不然呢？可我见到分明有好些个箱子呢，怎么三小姐就只有一些吃食呢？他挠了挠头，一副奇奇怪怪的样子，转身离开了。但这话却让四月想到了什么，面色也冷了下来，提着奶转身回了兰心院。主子，这加了酒也能喝吗？可以，奶酒。主子，那东西咱还去要回来吗？若是要回来，奴婢现在就去。不急。主子不急，那我就不急。可是，一想到主子这么小，还被人抢了东西，我心里就好难受，恨不得现在就把抢了主子东西的人杀了才好。这奶也是那个人送的？是主子，还是战王殿下。白三三抿了一口奶酒之后，平了平眉，吃人嘴软。若是以后逼不得已要杀了那个人，怕是有些麻烦了。那把剑到底是什么来头，他还没弄清楚。之前3番2次的都被打断了。师叔，我刚刚打听完回来，那个人已经死了，据说是被雷劈死的。被雷劈死？他有噬魂兽在身，怎么可能被雷劈死？上京的市井坊间都是这么流传的。我还特意去看过上官岑的尸体，看起来的确是被劈死的。不过他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被噬魂兽攻击的痕迹。莫非是遭到了噬魂兽的反噬？从师祖算出噬魂兽出世，他们便奉命离开了宗门，搜寻噬魂兽的下落。若噬魂兽弑主逃离，那说明噬魂兽已经有了自主意识，且已经进阶了。我们必须要快点找到它。若是它使用更多的魂魄，变得越来越强，我们再想把它收服，就无疑是送死了。是，师叔。看来得查一下同上官岑一同前来的人。师叔是怀疑噬魂兽需要宿主，若不在上官岑身体里，就必然在其他人的身体里。所以我们首要查噬魂兽是否在他身边的人的身上，也顺便查一查上官岑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修行者怎么可能突然就被劈死了？此事实在太过蹊跷。西南，把我们天玄门的信物给夏朝皇帝送过去，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这就去办。主子怎么躺着躺着就睡着了？每一次只要主子进入修炼状态，周遭所有的灵气都会涌过来，而他在主子身边修行，简直就像是一片风水宝地，根本不需要担心灵气的稀薄。主子是什么人呢？而且主子似乎对什么人什么事都不太在意，无论什么事都不会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从容淡定的根本不像是个孩子，甚至不像是个人。人上有七情六欲，可主子好像没有。就算是没心愿的人那般招惹主子，我也没见主子生气过。莫非主子这般淡泊的性子跟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有关？等到白三三睡醒的时候，天色已经渐晚。小月，
主子，早上你说什么来着？主子是说梅心院的人把赏赐给您的东西都搬走了的是吗？哦，原来是这件事。老爷还没回来吗？夫人，老爷被陛下召进宫了，还没回来呢。老爷已经好久没回梅心院了，总是在书房待着，要么就去从前的空厢房里睡。兴许老爷还在为之前的事儿生气呢。夫人放宽心，老爷心里自然是有夫人的。老爷生我气，还不是因为那个白三三？若不是因为那个扫把精，老爷至于跟我置气吗？哎，三小姐，你们不能进去，若是再往前一步，可就别怪我们无礼了。让开！你这丫头懂不懂规矩？这可是夫人的院子，你若是再在这里胡闹，可就别怪我们动手了。死丫头，竟敢上梅心院来闹事，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就是，这个地方可是夫人住的院子，二小姐和四小姐都在呢。若是吵到了夫人小姐们，你一个下等丫鬟担当得起吗？这是你带三小姐来的地方吗？三小姐不识好坏，若是冲撞到了夫人和小姐们，我看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很快，拦住院子大门的丫鬟们全都一个接一个四散开，飞落在地上。发生什么事了？哎呦，夫人，是三小姐啊！白三三，大逆不道的东西，竟敢来梅心院闹事！